带壳的，埋在土里，挖出来可以炒着吃，炸着吃，味道可好了。你是从哪里弄来的？在山上捡来的种子啊。这山上也长花生吗？对呀，还有葡萄和草莓呢。甜甜，等花生长成之后，你能送我一些种子吗？卓萧然想把种子送回皇宫，让户部官员尝试着种植一些。如果这东西成活率高，且特别高产的话，便可以在全国大面积推广了。11哥要种子做什么？李甜甜诧异。我有自己的用处。给你也不是不行，但是吧，我家这花生本来就没有多少，而且呢，种子也特别珍贵，几乎是世间罕见。所以这次又想要多少啊？你说个数。11个，你把我当成什么啦？我可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，我只是……拿着。哎呀，11哥，我不是想要你的钱，就是觉得花生很珍贵，又能榨油，又能做花生酱，用处可多了。既然已经收了银子了，那就要好好的把花生种出来，不许偷懒啊。好嘛，这摇身一变，他居然成了臭小子的菜农了。中午时分，福满楼的江管事赶着车过来。我家老四在你们那儿挺好吧？没给万掌柜添麻烦吧？大娘，有个事儿我得跟您说一下。江管事，你有啥事儿就尽管说，我听着呢。我怎么觉得我们万掌柜好像对四宝很照顾呢？平时他们两个一见面呢，万掌柜总是主动找他说话，二人有说有笑的，看着呀就跟两口子似的。哎呦，江管事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，人家万掌柜是没出嫁的大姑娘，咱万万不能碎嘴子呀。大娘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我们酒楼单独给四宝拾掇出一间上房来，不管四宝住不住，万掌柜每天都让人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平日万掌柜跟大伙吃饭，也总是给四宝夹肉吃。我在福满楼干这么多年，万掌柜还从没给我夹过菜呢。四宝是新去的，万掌柜当然要多照顾他了。你呀，就别胡思乱想了。如果万掌柜真的不嫌弃四宝成过亲，有过孩子，那有何不可呢？大娘，你不信拉倒，我先回县城去了，改日再来拿菜。好。江管事前脚刚走，沈大歪和王道香后脚就来了。李甜甜，你给我出来！刘淑贤听到动静，领着两个儿媳妇儿走出来。干啥玩意儿？大白天的想打人啊？我跟你说不着，去把李甜甜给我叫出来。我家甜宝宝也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，识相的话就趁早滚远点儿，不然……嘿，行啊，来。哼，你们还把那小崽子当成宝呢？他呀，就是个扫把星，是个瘟神，给全村子的庄稼地下雨，唯独我家那块地旱得直冒烟儿，眼下种子不发芽，全都旱死在地里了。哼，这全是那小瘟神的责任。还有我们家，也不知道啥时候得罪那小妖怪了。我种的麦子没有一个发芽的，全家老小还指望着那块地吃饭呢。今天李甜甜要不给我一个说法，我就不走了。自己种不出庄稼来，只能怪你们没本事，还好意思怪我闺女头上？是不是哪天你们吃饭被噎死了，也得怪到我闺女头上呗？你才被噎死了呢！恰在这时，李甜甜溜溜达达地走了过来。你们找我有事吗？沈大歪皱紧眉头。甜甜，咱们以前不管有啥过节，但好歹做了这么多年邻居，你不能赶尽杀绝吧？我家那片庄稼地如果真的旱死了，你让我们全家上下喝西北风去吗？沈大伯，你家地旱不旱死和我有啥关系啊？你不是能呼风唤雨吗？
凭啥别人家的地都长出苗苗了，我家的地就旱得裂缝子？你不能这么偏向吧？沈大伯，你啥时候看见我呼风唤雨了？话不要乱讲好不好？好，既然这样，那咱们就谁都别想好过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现在我家老头子和大宝、二宝都在地里呢。你如果去祸害庄稼，被我家小子打断胳膊和腿，我们可不负责。大宝娘，你们也太欺负人了！自从生了个小灾星，我家的日子是越过越差，就没得好过。今天我不管用啥招，也得出这口恶气。沈大歪，你把嘴巴放干净点儿！我家田宝宝是人，不是妖怪。再敢胡说一句，我就把你脑袋……等我把大师请过来，看你们还嘚瑟不？哼！哎，去，赶紧去请，我们在家等着。二嫂，你别生气，等那高僧过来，我有办法对付他。二嫂就知道甜甜最有主意了，但总由着他们胡闹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老二媳妇儿，你去地里把你爹和大宝、二宝叫回来，就说家里有事儿，让他们回来一趟。哎，知道了，娘。正堂内，你真的不害怕？人家都快叫高僧来收妖了，他居然还有闲心画画。二傻，我又不是妖怪。你真的不是？十一哥见过我这么善良的妖怪吗？哼，臭小子真没眼光。如果你害怕的话，可以告诉我，我替你出气。不用啦，十一哥还是先忙自己的事吧。十一哥，等你搬走后，谁给你做饭吃呀？谁说我要自己做饭吃了？啊？难道十一哥天天都想下馆子吗？不啊，我要在你家用膳。这个沾包赖呀！那你要顿顿都来吃，那100两银子伙食费恐怕不太够呢。不够的话，我可以补上。与此同时，福满楼，万掌柜，您仔细看看，只要找一个靠谱的供应商，1个月下来可以省不少银钱呢。这么大的酒楼，虽然不是薄利多销，但也该精打细算呐。每个月省下来一点，到了年底就知道能省多少钱了。四宝，真没看出来你脑子这么灵光，这次进货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我送你一件礼物。啥礼物啊？也不知道合不合身，你先试试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万掌柜，这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跟我客气啥呀？你穿上这身袍子，出去后也好抛头露面啊。甭管是进货还是拉拢客人，都得有一身像样的衣裳。万掌柜，说白了，我不过是个跑腿打杂的。有我在，谁敢笑话你？听我的，快点把衣服换上。半炷香后，万小玲把李四宝拉到铜镜前。你看看，是不是比之前那身衣服顺眼多了？万掌柜，我穿这身衣裳出去合适吗？当然合适了，改天我再让程衣铺给你做几套合身的。万掌柜，之前给你准备的房间，你为啥不住进来？天天村子县城来回跑，不嫌麻烦呀？嘿嘿，我在家住惯了。他为万掌柜鞍前马后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。可李四宝才来几天啊，就跟万掌柜好上了。杏花村，李万全坐在地垄沟前，有杂草啥的就除干净，没杂草啊就坐在地头歇着，别让坏人来霍霍苞米苗。爹，您是怕沈大歪和程员外他们来糟蹋庄稼吧？哼，您放心，有我在，借他们2个胆子也不敢。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眼不前就下了2场雨，可就沈大歪那几户人家没沾到水星，真是邪了门了。他们坏事做多了，被老天爷给惩罚了。错，依我看呐，
是被你妹妹给惩罚了。恰在这时，爹，大宝、二宝，不好了！爹，沈大歪和程员外去咱家找茬了，说要请高僧来收了天宝宝呢。娘让您和大宝、二宝赶紧回去。啥玩意儿？沈大歪这个死东西，居然还想着恶心咱家！今天我不把他实打出来，我随他姓。大宝、二宝，你们两个拿上锄头，赶紧跟我回去一趟。老李家，李甜甜正蹲在棚子里喂大灰马。爹爹说过几日想再开一块地，到时候免不了给你架上犁杖去耕田，多吃点方糖也能补充体力。大灰听后，吃糖的动作一顿，直接把大脑袋扭动到别处去了。他可是射马啊，竟然让他纡尊降贵去耕田，开什么玩笑？大灰，你有劲儿，耕田快，是天底下最勤快、最乖顺、最听话的马。谁要是再叫你灰驴子，我跟谁急？李甜甜这话，大灰爱听，不像他爹一口一个老驴、灰驴、牲口死玩意儿的。大灰听着就窝火。恰在这时，李万全领着大宝、二宝着急忙慌地跑了过来。闺女，沈大外和程员外没把你咋样吧？爹，我没事。啊，没事就好。闺女快回屋待着，我倒要看看沈大歪能请来什么高僧。老大，你把咱家猎弓拿出来，今天谁要是敢踏进咱家大门半步，就把他射成刺猬。老二，你和我守在院子里，拿上家伙事儿，进来一个咱就撂倒一个，谁也不惯着。知道了，爹。李甜甜哭笑不得。爹，您不用这么紧张的，我有办法对付他们。区区几个小喽啰，还不劳烦爹爹和哥哥们动手。闺女，你还太小了，跟那些人讲不出理来，只有把他们打服了，他们以后才不敢来嘚瑟。可是把人打坏了是要坐牢的。哎，坐牢爹也认了，只要闺女不受伤，我哪怕是死也心甘情愿。千万别，什么死不死的，不至于。爹爹就听我的吧，咱们该吃饭吃饭，该干啥干啥，不用害怕。行，那闺女注意安全啊。卓萧然想给家里改善伙食，特意让袁静去县城买了只活羊回来，晚上打算做烤肉吃。小11呀，又让你破费了。这羊总共花了多少钱啊？大娘给你。大娘，你不用给钱。最近大伯他们忙着种地，鸡一顿饱一顿的，都瘦了一大圈呢。这只羊就当是我孝敬家里人的。一天天的净占你的便宜了。大娘不必客气。咦，好肥的大绵羊啊！李甜甜迈着小短腿走过来，这么多肉，可以烤羊肉串吃了。把肥瘦相间的肉串在一起，用炭火一烤，滋滋冒油，老香了。这羊肉串是什么呀？就是把肉切成小块，用材料腌制1刻钟，穿在竹签子上烤熟就可以啦。可是我们没有竹签子啊。谁说没有的？你看。所以说，那么小的包包，为啥能装下那么长的竹签子？那今天这顿烤肉你来做。11哥，我才3岁半，做不了烧烤。熟了，这几串可以吃啦。小姑姑，你先吃第1口，我们再吃第2口。小姑姑，等你吃完了，我舔一舔竹签子上的肉渣就行。3个侄子，你们大可不必呀。如果喜欢吃羊肉串，他空间内羊群满山坡，可以每天换着花样吃，直到吃腻了为止。羊肉还有很多呢，你们先尝尝味道咋样？
你是跟谁学会烤串的？自学成才，厉害吧？小姑姑是全天下最厉害的姑姑。卓萧然坐在一旁，手里攥着羊肉串。十一哥，肉串好吃吗？还行吧，也就那样。好娇惯，承认肉串好吃有那么难吗？如果有海鲜就好了，可以做烤虾、烤鱿鱼、烤海带片、烤蛏子。你若是想吃，我可以让袁静去海边买回来一些。别，杏花村距离海边108000里远，天气又这么热，等把海鲜运回到村子早就坏掉了。那我可以带你去海边吃。不要。为什么呀？我现在还不想离开村子。为了吃一顿海鲜，就跑到千里之外的海边，折腾一大圈回来，起码得1个月的时间。老婆子，沈大外他们回来了吗？闺女说了，她自己能解决。这叫啥话呀？闺女才3岁，被人欺负了，你这当爹的就站在旁边看着呀？啊！不等李万全开口解释，村口忽然涌来一大群人。沈大歪2口子走在最前头，后头跟着一和尚。李万全，你赶紧把你家小妖怪交出来，高僧在此，要做法收了他。哼，一蛋爹，我给你点脸了是吧？你以为找了几个秃驴过来，老娘就怕你啊？识相的话就赶紧滚，不然我就把我家的大灰马牵出来。刘淑贤，你得意什么？我收拾不了你，但大师可以，你给我等着。大师，他家的那个小妖怪就躲在屋子里，事不宜迟。哎呦，这是啥味儿？真香呀！是羊肉串哦。大师想不想尝尝？免费的，不要钱。放肆！老衲乃是出家人，4大皆空，岂能因为几个肉串就犯戒？唉，那可惜了。我家正好还有上等的花雕酒，配上羊肉串，别提有多美味了。一口美酒，一口肉，赛过仙人，赛过神。看来大师和诸位高僧无福消受了。真好吃啊，太香了。老和尚沉默一瞬。小姑娘，你这是逼老衲犯错误呀。师父，您不要被这小妖怪给蛊惑了，酒肉动人心，咱们还是除妖要紧，莫要耽误大事啊。咱们又不是没吃过肉，没喝过酒，您瞧，他们家这肉串烤的，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，馋得我都走不动道了。沈大歪只给了他们100个铜板，没有马车接送，又不管饭，所以和尚们都快亏死了。如今有免费的烤肉和美酒摆在面前，不吃白不吃，总比饿着肚子回去强。至于斩妖除魔这些屁话，纯粹是瞎扯淡。这世上哪来的妖怪？大哥，来，咱俩喝一个。妹妹交代了，让他们吃好喝好，其他的不用管。真好啊，第一次吃肉吃到饱，我现在一打嗝都是满满的肉香味呢。小姑姑说，如果喜欢吃，咱家就天天烤肉串，直到吃腻了为止。真的？这么好吃的肉串，我吃一辈子也不觉得腻。师父，您干啥去啊？和尚甲震惊，吃肉串喝美酒。这老秃驴也太没有原则了，居然为了区几串羊肉就开始破戒了。小姑娘，你这儿有羊腰子没？我最喜欢吃烤羊腰子了。羊腰子、羊蹄子、羊蛋、羊腔、羊腿肉，应有尽有。大家请等一会儿，马上就好哈。来，大师，咱们今天不醉不归。老衲出家几十年，还从没吃过如此美味的羊肉，真是妙哉妙哉呀！
沈大歪一听，气得直抽抽。大师啊，您这是干啥？我们可是付过钱的，你咋还不想要啊？吃肉喝酒，你算什么出家人啊？真是给佛门丢脸！呸！吃肉喝酒乃人之常情，就我们那寺院，穷得叮当响，官府又不给我们发粮食，如今有酒有肉，我们凭啥不吃？你吃肉归吃肉，但不能耽误正事儿啊！那个小妖怪就在你旁边站着呢，你哪怕先把他降住再喝酒也不迟啊！哪儿来的小妖怪？人家小姑娘长得水灵灵的，又好看又懂事，咋就成妖怪了？倒是你破马张飞，咋咋呼呼，像个耗子精似的。等会儿老衲酒过三巡后，就先把你收了，为民除害。这个老秃驴，拿了钱却不办事，太不靠谱了。哼，既然大师没有想要的本事，那就把钱退给我们吧。就你们给的那点钱，还不够老衲塞牙缝的呢。我和徒儿们来回跑一趟，不管你要路费钱都不错了，你还舔着脸想把钱收回去，找挨削呢吧？刚才走进来时，他分明感觉到院子周围埋伏着很多高手，就算他和徒儿们加在一起，也打不过人家。人家都笑呵呵的给他敬酒了，他何必吃罚酒呢？你们也太欺负人了！我要到县衙去告你们！去，赶紧去！我正要去县衙告状呢。朝廷建了寺院，县衙却不给我们发粮食。那冯县令每次见到老衲都躲得远远的。你要是有能耐，就把县太爷请来，老衲当面跟他对峙。韩氏无奈，为什么事情就莫名其妙变成这个样子？来时的路上，这秃驴还信誓旦旦地说，不管用啥法子都能把妖怪捉住。现在可倒好，老秃驴居然跟小妖怪坐在一起吃肉，简直是离了个大谱。徒儿们，去，把这几个人给我轰出去，别打扰为师喝酒。是。大师，谢谢您啦！以后想吃羊肉串了就来找我，我帮您扛。真乖。小姑娘，你几岁了？叫啥名字呀？我叫李甜甜，今年3岁了。哟，这名字真好听。你想不想做我徒弟呀？我教你本事。喝酒吃肉的本事吗？还是算了吧。大师，我闺女太小了，还没有堕入佛门的打算。不是让她出家，而是平时多读一些佛经有好处。对了，老衲法号明镜，以后你们可以叫我明镜大师。不劳烦明镜大师了，我闺女啊，对佛经不感兴趣。行，等你们想清楚了，就去县城外的佛光寺找我。明镜吃饱喝足后，便带着徒儿们走出老李家。次日，老李家，四宝，你过来，让娘看看你这身衣裳。见老四穿着一身新衣服回来，刘淑贤颇为意外，李甜甜也上下打量着四哥哥，觉得他变好看了。娘，这身衣袍是万掌柜出钱给我买的，他说我总出去抛头露面，早该置办一身像样的行头了。这女人给男人买衣裳，非亲即爱呀。四宝，这次你可要把握住机会，别扭扭捏捏挑3拣4的。看来江管事说的没错，万掌柜的确是喜欢他儿子，这都已经发展到买衣裳的地步了。李四宝无奈，哎呀娘，您快别说了，我跟万掌柜八字没一撇的事儿，您就别惦记了。哼，你爹说的对，你就是太挑了，眼光太高，脾气又差，一天天净整那些没用的。改天呀，你把那万掌柜带到家里来，让娘和你爹瞅瞅。哎呀娘亲啊，贸然把万姐姐带回家里恐怕不好。
但是您可以去福满楼看她呀。万姐姐长得白净净的，鲜眉亮眼，可好看了。哎呦，对呀，我得先看看那姑娘长啥样，气质好不好，才能往家带不是？哎，这啥事儿一到老娘嘴里就肯定窜味儿。不过说实话，他对万掌柜其实是有一点喜欢的，人美心善，能力还强，而且四宝最欣赏他永不言败的精神。这样一个有本事有能耐的女人，他怎敢高攀呢？麦芽、葵花，你们两个先别忙了，快过来。娘，咋的啦？等会儿吃完饭，你俩跟我去县城一趟。娘，这好端端的去县城干啥呀？娘领着你们两个去看看你们未来的弟妹。啊，四宝，你媳妇儿长啥样啊？是谁家的姑娘？有钱不？哎，二嫂，你快少说两句吧。她呀，就是矫情，别理她。等会儿到了县城，你们两个别多嘴啊，看我眼色行事。哎，知道了，娘。娘亲，我也要去。哎呦，闺女儿，那个万掌柜见过你，你去就露馅儿了。闺女儿看家啊，娘回来给你买糖吃。很快，刘淑贤便坐上马车，领着两个儿媳妇儿出发了。李万全知道这事儿后，举双手赞成。隔壁后花园内，卓萧然四处查看一番，有不满意的地方，他即刻叫工匠修改一下。小主子，属下已经去查了。有什么发现吗？那个叫明镜的老和尚，表面上是佛光寺的主持，其真实身份没那么简单。他是何身份？是个吃喝嫖赌、荒淫无度的老混蛋。哼，那秃驴不是说寺院穷得叮当响，县衙又不发粮食，一众的僧人都快饿死了吗？他哪来的钱吃喝嫖赌啊？而且瞧着那些和尚，个个都红光满面的，哪里像是挨饿的样子？似乎看出小主子的疑惑，袁进连忙说道：小主子，属下会继续查下去的，保证不让他伤到田宝宝。机灵一点，别露出马脚。是。刘淑贤走后不久，一辆马车就在老李家大门前停了下来。骗冯县令的媳妇儿孙氏，分别是他的大女儿冯春云和小女儿冯春梅。李大哥，就你一个人在家啊？嫂子呢？我家老婆子去县城了，快坐。李大哥，你家甜甜呢？啊，我闺女睡着了。这孩子啊，一天三迷糊，玩累了就睡，吃饱了也睡，心情不好也睡。能睡是福。夫人这次过来有啥事儿吗？娘，他们家咋有一股怪味儿啊，臭烘烘的，都快把我熏吐了。哎呀，你们最好别喝他们家的水，万一里面掺了鸡屎可咋整啊？咱们快点走吧。春梅，不许乱说。你如果待不住，就去马车上坐着。娘，您就没闻到吗？他们家真的是臭死了，住这么好的房子却不注意卫生。你都忘记了？春梅，咱们是在别人家里做客，你懂不懂礼数啊？夫人，你闺女这是啥意思啊？啊，李大哥，我家春梅从小娇生惯养，被我给宠坏了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啊。宠坏了就关在家里，领出来膈应人就不好了。夫人今日过来到底有啥事儿啊？我等会儿还要下地去呢，你若没事儿就请自便吧。孙大哥，实不相瞒，我还是为你家六宝那事儿来的。抽空啊，你能把他叫回来一趟吗？让我和春云瞅瞅。要不是看在小殿下的面子上，他何至于这么低三下四的？他闺女可是县令家的千金，如今却要嫁到乡下来，还得上杆子来拜访。不是，夫人还惦记上门女婿那事儿呢？我可告诉你，你快死了这条心吧。哎呀，李大哥，你误会了，是我们要把春云嫁到你们家来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嫁过来？嫁给六宝吗？
是啊，所以我才让你把六宝给叫回来，让我们娘俩瞅瞅呀。娘，我又不是那阿猫阿狗，你想送人就送人啊，我不想嫁。连六宝人都还没见到呢，这边就要把亲事定下来，有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啊？但她不能嫁给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男人。这是你爹的意思，娘说了也没用。况且老李家是啥条件你也看见了，要房有房，要车有车，你就别挑了。老爷说了，只要能跟老李家攀上亲家，日后他们全家都得跟着沾光。有田宝宝那个福娃娃在，小殿下一准会高看他的。李大哥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等你们家六宝回来，麻烦你告诉我一声，到时啊，我再带着春云过来一趟。不用，这事儿哪有姑娘家上杆子的，我可以领着六宝登门去拜访。那可就太好了，此事能成，咱们可就是亲家了。老六如果能娶媳妇儿，那可是除了他一块心病啊，没有他，就算是神仙也治不好六宝的傻病。院内，李甜甜睡醒后，你就是甜甜吧？哇，好漂亮的姐姐呀！小嘴真甜。我叫冯春云，甜甜应该认识我爹冯县令吧？春云姐好，我知道县令叔叔。哎，好。甜甜，你能跟姐姐说一说你六哥的事情吗？我六哥哥长得好看，医术也是顶呱呱的。他很顾家，很孝顺，很贴心，很会照顾人。看来甜甜跟你六哥的感情很好啊。家里的几个哥哥对我都很好。春云姐，等你以后嫁进来，就知道我六哥哥的好了。福满楼，刘淑贤领着2个儿媳妇儿坐在大厅内，也不吃饭，也不点菜，光喝茶。老二媳妇儿，你眼睛尖，有没有看到那个万掌柜啊？娘，这里乱码人花的，我瞅了老半天，也不知道哪个是啊。娘，要不咱先回去吧，这会儿都快到饭点了，我得回去准备晚饭了。再等等。刘淑贤不想走。恰在这时，一名鲜眉亮眼的女孩，大娘好。姑娘是？我是这家酒楼的掌柜，我姓万。你就是万掌柜啊？对，是我。大娘看着面生，是第一次来我们酒楼吃饭吧？是啊，听说你们酒楼做的菜好吃，我便想过来尝尝。多谢大娘赏识，您想吃什么？我吩咐厨房给您多做几道菜。万晓玲笑容灿烂，她一早就知道这3人的身份了，只因门口停着的大马车，以前四宝也经常赶着她来上工。不劳烦万掌柜了，我们先回去了，抽空再过来。麦芽，把茶钱和点心钱给人结了。大娘，不用了，不过是几壶茶水，几块点心而已，不用了，不用给钱。硬让麦芽给了10个铜板，这才坐着马车往家走。万掌柜，那位就是四宝娘吧？瞅着精气神十足，一点儿也不像乡下人。瞅着精气神十足，一点儿也不像乡下人。腹有诗书气自华，这位大娘压根就不是乡下人。啊，万掌柜，你是咋看出来的？直觉呗，快去干活吧。好嘞。对了，如果四宝见货回来，你记得让他找我一趟。是。是夜，老李家。老婆子，你去酒楼走一圈，有啥发现没啊？先说说家里的事儿。我听说县令夫人来了，她有啥事儿啊？好事儿，县令媳妇儿说呀，不让咱家六宝当上门女婿了，打算把闺女嫁过来呢。而且呀，他家那个大闺女我也见到了，跟六宝很般配，一看就是个会过日子的。倒是他家那小闺女真是没眼看，
愣说咱家屋子臭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哎呀，这种事儿你就别计较了。明儿个记得把六宝叫回来，让他洗洗澡，收拾收拾，然后再买点东西，咱去县令家看看。行。哎，老婆子，你见到万掌柜没？瞧见了，水灵灵的一个大姑娘，我都觉得咱家老四配不上她呢。哎呀，你可不能那么想，若他们两厢情愿，就趁早把亲事定下来，别拖了。如果四宝和六宝能同时定亲，便是双喜临门的好事，他再也不用为这两个小子的亲事犯愁了。次日上午，李六宝回到村子。爹，您这是干啥呀？医馆还那么多事儿呢，您突然把我叫回来。哼，你以为老子愿意啊？你的终身大事，老子能不伤点心吗？爹，您说啥终身大事啊？这话说的咋云山雾罩的？那可是县令家的千金，你别不识好歹。啥？这县太爷的闺女要嫁给我？他觉得自己的傻病留下后遗症了，不然他咋跟不上老爹的思路呢？没错，是冯县令两口子主动把闺女嫁给你的。你呀，就丁算是捡了个宝贝，晚上没人的时候你就偷着乐去吧。他乐什么乐？那县太爷的闺女长啥样，聪不聪明，孝不孝顺，他全不知道。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成亲，他觉得太过草率了。爹，您容我再缓缓。你缓个屁！咱们约好今天去县令家拜访的，也没来得及给你做衣裳。一会儿啊，让葵花把你二哥当年相亲的那身袍子找出来，你穿上试试，看看合不合身。爹。李六宝无奈至极。正堂内，嗨，别说，还真挺合身的。李甜甜也觉得六哥是家中最俊秀的哥哥，他天生透着一股憨劲儿，平易近人，手脚勤快，很招女孩子喜欢。娘亲，我也要去。好，娘带你去。闺女福气旺，有你在，这门亲事一准能成。交代完家里事，老两口便领着闺女儿子登上马车，直奔县城去了。六宝啊，你在医馆学得咋样了？那些老郎中没刁难你吧？爹，我现在虽然还没有坐诊的资格，但大部分的病我都能治，而且开出的方子也比师傅他们更有效。真的啊？那让你妹妹考考你，我看看你到底是啥水平。妹妹，你想考啥？六哥哥，治疗拉肚子的中药有哪些？李六宝脱口而出：葛根、黄连、五味子。六哥哥，你还落了几样？茯苓、薏仁和黄芪，这些药都比较温和，不仅能治疗腹泻，还能滋脾养胃呢。听听，你妹妹连医书都没看过，就懂这么多药材了。依我看呐，你也别去那个医馆当学徒了，干脆回来让你妹妹教你吧。爷，六哥在医馆能系统全面的学习，我这半斤八两咋教他呀？他给人看病用的几乎都是空间内的特效药。爹，有不懂的，我可以向妹妹请教。到了县城，爹，县令叔叔家来客人了吗？刚走进来，就见一名50岁上下的婆子坐在冯春梅身旁。哈哈，李大哥，你们来了，快坐快坐。哎，春元，愣着干啥？赶紧倒茶呀。哼，一看就是从乡下来的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我说表弟，你好歹也是一方县令，咋啥人都往家领啊？把家里弄脏了不说，也影响你的身份不是？真掉价！哎，桂荣表姐，你可别乱说呀，我不过是个芝麻大的小县令，咋就掉价了？哼，不掉价吗？张桂荣翻了个白眼。你是县令老爷，是县太爷，
整天跟这些不三不四的混在一起，像什么话？刘淑贤闻言，嘿，我说这位大姐，你说谁不三不四呢？别仗着你是冯县令家的亲戚，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嘲讽别人了。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我看你的出身也高贵不到哪儿去。你啥意思？表弟，你们家的客人都这么没礼貌吗？我还啥都没说呢，他们就开始阴阳怪气儿了。表姑，你别生气嘛，他们都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哼，干啥玩意儿？谁是土包子？谁没教养？你这孩子瞅着鲜眉亮眼的，说话咋这么毒呢？你家大人没教过你咋说话是吧？哎，你凭啥训我呀？你算老几啊？我说错了吗？你们不是土包子是啥呀？一进屋就带来一股土气，熏得我直反胃。春梅，败类玩意儿，把嘴给我闭上！何嬷嬷，赶紧把春梅带出去，关进屋子里，晚上不准她吃饭。你个粗鄙下人，别碰我外甥女儿！要说下人，你在京城也是给人当老妈子的吧？每次缺钱了都过来找表弟要钱花，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表弟，春梅可是你亲闺女，你胳膊肘哪能往外拐呢？要我说，还是趁早把他们撵出去吧，眼不见心不烦，往后别再往家招这种人了，瞧着多晦气啊！孙氏更是捏紧了拳头，恨不得把张桂荣大卸8块，每每过来要钱还理直气壮的。哼，冯县令，看来今天不宜相亲啊。行，你先处理家事吧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我家六宝是要个头有个头，要长相有长相，不娶你家闺女儿，他也不会打光棍儿。老头子，闺女儿，咱们走。哎呀，李大哥、李大嫂，你们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？我都让厨房准备好酒菜了，等会儿咱俩喝2盅哈，你消消气儿。冯县令，你们家门第太高了，我儿子高攀不起。哎呀，瞧你净说气话。哎呀，我那个表姐呀，没读过书，以前也是种地的，由于男人死得早，膝下又没孩子，她便卖了田地去京城给人做老妈子了。细算的话呀，她那日子过的都赶不上你家的一星半点儿。你说你跟一个老妈子计较啥呢？县令叔叔，那位大婶说我们家晦气，所以你以后还是别去我家了，免得倒大霉。冯县令直接懵了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田宝宝生气了，这要是被小殿下知道呀，我肯定没好果子吃啊。表弟，你们站在外面干啥？张桂荣一扭一扭走出来，看了李六宝一眼。我听说你要跟我外甥女儿相亲。哼，咋地？看县令家有权有势，就想过来巴结是吧？表姑，冯春云直接无语了。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？老太婆，你动我闺女一下试试。哼，贱命一条，打你都怕脏了我家老头子和六宝的手。你这种人，就算死了，阎王爷都不稀罕收你，你连地狱都下不了。老头子，咱回家。好嘞。望着一家人远去的背影，冯县令简直是痛心疾首，气得胸口都疼了。哼，我呸！不要脸的人家，养出来的崽子也没教养，居然骂我倚老卖老。他们过来讨好巴结，想娶春云做媳妇儿，他们就要脸了。哼，乡下人就是乡下人，永远也登不上大雅之堂。表姑说的对，我姐姐的身份这么高贵，怎么能嫁给一个种地的穷小子呢？爹，您努力，以后招个皇子或者是太子啥的，给咱家做上门女婿吧。您好歹是县太爷呀，对吧？
把嘴给我夹上，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。不省心的东西，一个县太爷算个屁呀！在人家小殿下眼里，我连只苍蝇都算不上。你们今天把田宝宝给得罪了，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处境？若是田宝宝回去跟小殿下告状，他恐怕连县令都做不成了。哎呀，表弟，这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男人不一抓一大把吗？你别着急，等我回到京城，就给春云介绍几个贵公子，个个都是品貌端庄、出手大方的，不知比那个李老六强上多少倍。表姑，别说了，不嫌磕碜啊。你认识的那些人哪有一个正经的？春云，表姑这是……行了，快闭嘴吧。表姐，你这闹也闹了，骂也骂了，钱也拿了，赶紧拾掇东西走吧。以后再也别来我们家闹腾了，我家老爷没义务供养你。嘿，春云娘，瞧把你给能耐的，这个家你做得了主吗？哼，我表弟尚且没说啥呢，你倒先嘚瑟上了。咋地，欺负我无儿无女是吧？欺负你？哼，就你这样的，走在大街上我都懒得搭理你。老爷做梦都想跟老李家结亲，现在全完了。这就是你娶回来的媳妇儿，现在终于露出真面目了。我要是你的话，早就把她给休了。你快滚吧！蠢货玩意儿，你知道今天这事儿对我有多重要吗？那老李家是你惹得起的吗？拿了钱赶紧滚，以后再敢踏进我家大门半步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表弟，我不过是说了几句公道话，你急啥眼呢？春云找婆家可得擦亮眼睛，那个李老六算是啥东西？没权没势的，以后春云要是挨了欺负，他连保护春云的能力都没有。我眼睛不瞎，不用你来提醒。李六宝虽然无权无势，但你又算是个啥东西？这些年就像吸血鬼似的，一没钱了就巴巴的贴上来伸手要钱。我是该你的还是欠你的？趁我把捕快叫过来之前，你麻溜赶紧滚，别逼我动粗。去，把他的东西都扔出去，把大门关好。以后看见那些阿猫阿狗，千万别放进来，晦气不说，还影响老子的心情。爹爹，你哪能这样说表姑啊？表姑虽然不是您的亲姐姐，但是胜似亲姐啊。这做人得讲良心，不是？哼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今天要不是你添油加醋，事情也不会变成这样。给我滚回房间去，以后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出来丢人现眼，滚！老李家，爹，你这是咋的了？哎，还不是被那个老婆子给气的，真没见过这号不要脸的鸟人。爹，您何必跟一条狗置气呢？娶媳妇儿不能着急。咋的？我得了啥大病了？爹，你这好像是喜脉呀。啥？开玩笑的。哼，你这丫头都知道拿爹寻开心了。爹爹，六哥说的没错，您这脉象确实有点杂乱。最近哪里不舒服吗？没有不舒服呀，我这身子骨好着呢。就是从冯县令家回来后啊，感觉有点头晕，走路打晃，脑袋发懵。老头子，你那是急火攻心，被气的。今儿个我得亏忍住了，不然就冯春梅那样的孩子，我非甩他2个耳光不可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！哎，老六啊，那冯春云你也看见了，长得不赖吧？是挺好看的。那你心里是咋想的呀？爹，我跟他连句话都没说上，你让我咋想呀？这话说的，喜欢就是喜欢，挺大个爷们儿，你扭捏啥呢？
还想让人家姑娘上杆子来倒贴你啊？爹，今天事情闹成这样，不跟冯小姐估计也没可能了。六哥哥，凡事不能说得太绝对哦。你要是跟春云姐有缘，这点挫折算啥呀？哼，听听，你妹妹这才叫人话。恰在这时，大宝爹，你在家呢吗？把你家那个抓蚂蚱的网兜借我下。知了爹，你借网兜干啥呀？抓蚂蚱呀，你还不知道呢吧？就从昨夜开始，咱们村子飞了很多蚂蚱。张叔叔，你说的蚂蚱就是蝗虫，数量多不多？这就是移动的蛋白质呀！爹爹，咱们也去地里抓蝗虫吧。抓这玩意儿干啥？又不能吃。爹，等抓够一定数量了，会有惊喜的。看来他们村子的人还不知道蝗虫是人间美味呢。田宝宝，这东西是不是能卖钱呀？不值钱，但能吃。啥？田宝宝，这玩意儿不是害虫吗？人吃了不得被毒死呀？张叔叔如果害怕，那就别吃，对蝗虫过敏者禁用。闺女，你看这些够不够啊？爹，足够了，咱们回家去吧。哇，这味儿！很快，一大盘油炸蝗虫被端到饭桌上。这就是百年难遇的人间美味呀！真的？我尝尝。来，给我留几个。喝，就知道喝。村里闹蝗灾呢，咱家那片地你是不打算要了？哎呀，老婆子，你把心放宽，天塌不下来。老头子，我可告诉你啊，别啥事都指望咱闺女儿，她才3岁多，没义务管全家和全村人的死活。知道了。全家人都聚在一起，美美的吃了起来。早知这么好吃，白天我就多捉点了。后半夜，老头子，你出去瞅瞅，是不是有人来偷大雁了？哎呀，快睡吧，老婆子。咱家院子里有小白守着，马棚里还有大灰，鸡架里的大雁同样不好惹，谁敢偷它们呀？哼，要是没事，大雁总叫唤啥呀？哎呦，不行，我得出去看看。接下来他便要拯救庄稼。李甜甜飞到杏花村上空，摁下开关，灵泉水如瀑布一般倾泻而下，淋在庄稼地上。正在往家走的村民被这突如其来的大雨给浇懵了，连忙抬头望天。下雨了，真的下雨了，我家的地有救了。哎，这雨水咋甜滋滋的呀？哎呦，我得赶紧回家用洗衣盆呢，多结一点儿。有那功夫，还是快去老李家感谢田宝宝吧。没有他呀，那蝗虫都能把人给吃了。次日清晨，张村长代表大伙：田宝宝，告诉你2个好消息。村长伯伯，有啥好消息啊？田宝宝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昨晚又下雨了，比前几次下的都大，把庄稼地都浇透了。哦，那第2个好消息是啥？咱们村子的蝗虫都消失了，一个不剩，而且地里的庄稼苗苗又长高了，比之前还水灵呢。那恭喜大伙儿啦，好好尽管庄稼，没准儿1年能收2茬粮食呢。哈哈，真的假的？田宝宝，咱们村子都是冬长夏短，1年收1茬粮食都费劲，不可能种出2茬呀。人家天天说收2茬，就肯定收2茬。再说你是种黄豆了，那玩意儿本来就耐旱，长得也快，收2茬也不过分吧？对。你们没瞧见吗？那庄稼地一天一个样，如果没赶上蝗灾啊，苞米苗估计都秸秆了。等着吧，过不了几天，苞米就得结穗儿。亲娘嘞，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春天没过完就结穗的苞米呢。有田宝宝在，大家都跟着沾福气，他能旺全村呢。
行了行了，大伙儿都各忙各的去吧。往后谁要是敢说甜甜的坏话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李甜甜，你今天不给老子一个交代？哎，这沈大歪又来闹腾啥呀？有我们在，你们就……哟，这不是宝根爹吗？老李家又给你多少好处啊？让你做他们的走狗？一蛋爹，你说话注意点，我好歹是一村之长。你如果再耍无赖，我就把你送到县衙去。老李家要断我的活路，我找他们算账都不行啊！他家咋断你的活路了？哼，跟上次一样，他们家那小妖怪只给你们下雨，不管我的死活。那是你们两个做损太多了，老天爷看不下去，在惩罚你们呢。你们庄稼长得一天比一天好，我家那地儿连根苗苗都没有，我能不着急吗？我今天那个小妖怪如果不当着我的面跟我说清，我还真就不走了，看谁能耗过谁。自家地没有水，反而怪到田宝宝头上了，你这男人当的真失败。走，大伙儿都走吧。村民们一哄而散。双双爹，你倒是进去啊，把那小怪物给我拽出来。你咋不去呢？他家院子里有狗。娘，你咋的了？桂花，是不是外面天热，你中暑了？等会儿我让大嫂给你熬点红糖姜水，喝下去就好了。二宝，我没事儿，躺一会儿就好了。怀孕了吗？闺女儿，你是咋知道你二嫂怀孕了？娘若不信，可以让六哥哥帮二嫂摸脉呀。二嫂，你别紧张哈。李六宝掐着赵葵花的脉搏，仔细诊疗起来。这的确是喜脉，不过二嫂刚怀上不久，葵花真的怀上了，我要当爹了。你还愣着干啥呀？快去给你媳妇儿蒸碗鸡蛋糕啊，那玩意儿最补身子了。娘，您说我这胎怀的会不会是小丫头呀？有了田宝宝的前车之鉴，他真不想再生小子了。甭管男娃还是女娃，生下来就是咱老李家的孩子，你呀就好好养胎，别想太多啊。娘，如果我生个小子，您会不会嫌弃啊？瞧你说啥呢？只有恶婆婆才会嫌弃自己的孙子，我是恶婆婆吗？娘，您当然不是。有娘这句话，他便放心了。李甜甜的房间内，昨晚炸蝗虫，你为何没有给我留一些啊？我还以为十一哥不爱吃这些东西呢。你都没有问问我，怎么知道我不爱吃啊？谁让你闲着没事往出跑啦？家里总共就捉了那么点蝗虫，我3个侄子都没吃够呢。你以为我想出去啊？还不是为了给你买生日礼物吗？十一哥，你咋的啦？不就是几只蝗虫吗？你若想吃，可以去邻村捉一些回来，我让大嫂帮你炸。不吃了。给，生日快乐。哈？给我的？对啊，你不打开看看吗？哦。喜欢吗？还行吧。你若是不喜欢，我就收回去了。不要。李甜甜紧忙把珠子装进小挎包中，笑眯眯道：谢谢十一哥的礼物。正堂内，李大哥，李大嫂，你们还生气呢？知道你爱喝酒，我特意买了新鲜的猪头肉和猪肥肠，又挑了2坛子花雕酒，等会儿咱俩喝点哈。哼，冯县令，你身份尊贵的很，我这一介乡下草民哪有资格跟您同桌饮酒啊？哎呀，我有啥好尊贵的？李大哥快消消气儿吧。春云呐，六宝今日正好在家，你去找他唠唠嗑。娘，快去，六宝正好是学医的，让他帮你瞧瞧。李大哥，李大嫂，我那个表姐啊，说话不长脑子，打小就这样，因为这个呀，她还得罪了不少人呢，回回都是我给她擦屁股。
现在好了，我跟他撕破脸，断了这门亲戚，将来六宝跟春云成亲呐，也免去后顾之忧，不是？真断绝关系了？那当然了，我啥时候说过谎啊？所以说呀，咱们两家的亲事千万别被外人所影响。若春云跟你家六宝谈得来啊，那就抓紧把亲事定下来，咱们也能早点喝到喜酒了。恰在这时，厉甜甜和卓萧然从门外走了进来。十一公子、田宝宝，你们来了。一想到那个缺德加冒烟的臭老婆子，他心里就犯膈应。卓萧然扫了眼桌子上的猪头肉和其他熟食，冷笑一声：哼，如今十里八乡的都在闹蝗灾，百姓民不聊生，冯县令居然还有闲心吃吃喝喝呢。十一公子，我这不是领着闺女来相亲吗？总不能让我空着手来吧？哦，这么说，冯县令还没有想好怎样对付蝗灾喽？十一公子，这玩意儿没法对付啊！哎，往年闹蝗灾的时候啊，十里八村的百姓都硬挺过去的，那东西数量太多，铺天盖地，密密麻麻的，光靠人去捉捕，那得捉到猴年马月去啊！你的意思是什么都不做，任由蝗虫祸害庄稼，对吧？县令叔叔，我听说鸭子最喜欢吃蝗虫啦。村子里如果养一群大鸭子，不管蝗虫来势有多凶猛，一夜之间就能扫荡干净。这我也知道啊。可是你让我去哪里弄鸭子呀？冯县令，这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？院内，你哪里不舒服吗？最近总感觉胸闷气短，一咳嗽腔子就阵痛阵痛的，嗓子也不舒服。怎么样，无大碍吧？冯小姐只是肝火旺盛，体质太虚，嗓子干燥，才会胸闷气短，咳嗽不止的。说白了就是上火了。拿上这个方子去医馆抓药便可，平时要多喝水，少吃咸的东西。原来你真的懂医术啊！李公子，我没事。恰在这时，哈哈，你们两个干脆原地成亲算了。哎呀，老爷，当着孩子的面，你说啥呢？没个正形。我高兴啊，哈哈。六宝啊，你对我家春云好点，不准跟他耍心眼儿，听见没？春云，走，回家了。哎，这是我家小主子的亲笔信，还请冯县令即刻送到沈知府手里。啊，这信中写了什么？要想对付蝗灾，光靠冯县令一个人是不够的。我家小主子打算管沈知府要2000只鸭子送到十里八村来捉蝗虫吃。啊，这是好事啊！每个村子分50只鸭子就够了，等消灭了蝗虫，鸭子就留给村民炖着吃吧。哈哈，随便，村民想养就让他们养着。闺女啊，你感觉李六宝那个人咋样？他是不是跟你花言巧语了？娘，没有。你俩尚且还没定亲，就开始搂搂抱抱的。哎呀，夫人，你操那心干啥？春云和六宝早晚都要成亲了，年轻人凑在一起抱一下也不会怀孕。听听，这叫人话吗？名声啥的都不要了是吧？爹娘，我觉得李六宝那人挺不错的，踏实本分，还懂医术。以后爹娘如果患了大病，都不用请大夫了，他就能看。这个死丫头，你是盼着爹娘得大病了是吧？老李家，小11呀，你那房子刚盖好，屋子还没晾干呢，烧几天炉子再搬吧。小11，听你大娘的啊，那炕面如果反潮啊，睡觉太不舒服了，会得风湿病的。大伯，他娘，二老放心吧，那宅子已经晾了4、5天了，炕和火墙也早都烧干了，你们不用担心。唉，说搬走就搬走了，
你说你一个小孩子，连个照顾你的人都没有，这以后吃饭啥的谁给你做呀？我可以来大娘家吃啊，1日3餐都在大娘家解决。行，想吃啥就跟大娘说，千万别客气啊。毕竟给了100两伙食费，这些钱吃到小11娶媳妇儿都够用了。我刚才回来看到村口有卖鱼的，走，八哥领你去买2条回来。好。兄妹2人走出家门，来到村东头，一个鱼贩子坐在树根下，面前摆着2只水桶。这柳根子和老头鱼咋卖的？20文1斤，随便挑，保证新鲜。20文1斤？咋的？买不起就别打听，120块去。鱼贩子扇了扇草帽，李八宝闻言皱紧眉头。嘿，你这是啥态度？问问价都不行了？问了你也买不起，穷酸样。你八哥哥，是钱不够吗？李甜甜抬起小脑袋问。不是，就是太贵了。八哥哥，我有钱，拿买鱼吃。李八宝惊了，好家伙，妹妹从哪儿弄来的银元宝？这可是8两银子啊！就连鱼贩子都看呆了。如今乡下人都这么有钱了吗？随便一出手就是8两银子，别说这2桶鱼了，就是把它卖了也不值这么多钱。妹妹，快把银子收起来哈！在鱼贩子面前晃了晃。这个够买鱼的吗？不是，这小姑娘是谁家的？这也太有钱了吧！那银元宝就跟小玩具似的，随随便便就拿出来一锭。还有这颗珠子，就算不识货的人见了，也知道这是极其贵重的宝贝。他们家大人就让孩子随随便便拿出来玩。你说话呀，这个珠子够买鱼的吗？够是够，但恐怕我没零钱找你。原来你也是个穷鬼呀！还好意思说他八哥哥一副穷酸样，穷人何必挖苦穷人呢？鱼贩子一脸无语。这小姑娘说话咋这么不客气呢？妹妹算了，咱不买鱼了，回去八哥给你做小玩具玩。李八宝说着，牵起妹妹的手就要离开。等一下，既然你们想吃鱼，那我就再给你们抹去5文钱，15文钱1斤，咋样？不要，不吃。八哥哥，咱们自己去挖鱼吃，好不好？挖鱼？是啊，只要挖个坑，就会有大鱼钻出来。李甜甜眉眼弯弯，一旁的鱼贩子都听傻了。这小姑娘莫不是个傻的孩子？就连刚走路的小孩都知道，鱼是挖不出来的。好，八哥陪你一起挖鱼。妹妹说出的话就没有不应验的。记得妹妹刚出那会儿，村里的河水还没干枯，大侄子和二侄子拿着水桶抓回来一大堆鱼。要知道，那条河里面的鱼虾早都被村民筛了800遍了，连只小水虫都找不到。八哥哥，咱们就在这里挖。好。不用的，八哥哥，只需挖出一个浅浅的坑就好了。鱼贩子听到这里嗤笑一声。我说后生，你还是趁早把你妹妹领回去吧，她脑子不清醒，你这当哥哥的也跟着胡闹啊。跟你有啥关系？把嘴闭上。行，我不说话了，你们俩慢慢挖吧啊！等会儿挖不出鱼来，那个小姑娘会不会哭啊？那可要热闹瞧喽。泥土便松动起来，李八宝力气大，几石头刨下去，就挖出一个1尺多深的小浅坑。妹妹，咱俩挖出泉眼了。八哥哥，这不是泉眼，是大鱼钻出来的通道。这真的有鱼吗？当然啦，不信你看。
李八宝哆哆嗦嗦地朝浅坑看去，突然一条肥硕的大李子窜了出来。他们用力甩动着尾巴，在地上活蹦乱跳。妹妹，这鱼太多了。鱼贩子看着满地的大鱼，大哥哥，这些鱼够吃吗？太够了，这么多鱼，吃不了该坏掉了。那怎么办？要不咱们把鱼卖掉一些吧？可是谁买呀？那儿不是有个鱼贩子吗？啊，小姑娘，你这鱼咋卖的？这年头鱼肉就是宝贝，花多少钱都买不到。若是把这些大活鱼拿到县城去卖，绝对能卖上天价来，100文钱一斤。啥？小姑娘，你说多少钱一斤？100文呀！我这鱼个头大，很新鲜，各式各样的都有，难道不值100文钱吗？鱼确实不错，就是太贵了。嫌贵就别打听，一边凉快去吧。哎，这话听着咋这么耳熟呢？八哥哥，咱们村子的野猫多，不如把吃不了的鱼都拿去喂猫吧。好，听妹妹的。嘿，人都吃不到鱼，你居然还喂猫？行，100文就100文，来上秤吧。那总共是30斤啊，你看好喽，我没糊弄你。下次想收鱼就来杏花村找我哦，咱们可以长期合作。老李家，爹娘，大嫂二嫂，我回来啦！哎呀，田宝宝，你们俩从哪整这么多鱼啊？金麦芽震惊。大嫂，起锅烧油，咱们今天炖鱼吃。好，八宝，你快把鱼扔到桶里，贴上水，别让它们死了。好嘞。大嫂，咱家还有茄子吧？等会儿做一个鲶鱼炖茄子，解解馋。咱们家今晚呢，连主食都不用做了，这光吃鱼肉啊就吃饱了。八宝，这鱼是从哪儿整来的？爹，这是妹妹挖出来的鱼，老多了，蹭蹭往出冒。啊？用手挖出来的？是呀，就在村东头。鱼太多了，拿不下，妹妹还卖了3两银子呢。李万全二话不说就把闺女抱起来，轻轻悠了悠。爹最近做梦啊，都想喝口鱼汤，你这么快就给爹圆梦了，嘿嘿，真好啊！把4宝和6宝都叫回来，还不忘招呼小11一声。是夜，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，吃起了全鱼宴。老六啊，你觉得县令家的闺女咋样啊？没啥意见，咱就抓紧下聘礼，把亲事定下来。我觉得挺好的，冯小姐还送我一块石头呢。看来是定情信物了。李万全轻轻颔首。那你送给她啥了？小泥兔子。那不是一盒捏的吗？咋的？你想借花献佛呀？爹，你也知道我没啥手艺，除了会给人看看病、摸摸脉、开开方子外，行了，就这么着吧。老婆子，你抽空看看黄历，定个日子，我和6宝把聘礼送过去。好。说完6宝的事情，李万全又看向李4宝。你跟那个万掌柜咋样了？这事儿有没有谱啊？爹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跟万掌柜八字还没一撇呢，您就别老惦记了。没一撇，他为啥给你买衣裳啊？钱多烧的？前2天，万掌柜还亲自下厨，给他做了一桌子好吃的呢。这要是被爹娘和家里人知道，那还得了？万小玲会做买卖，能抓钱，能养家，还是个没成过亲的姑娘，这等条件如何配得上万小玲？所以有些事他一个人想想也就罢了，不敢付出行动。4宝啊，上次江管事来咱家，还说万掌柜对你有意思呢。那姑娘从来没给别人买过衣裳，偏偏看中了你，
这不已经说明问题了吗？再说了，你是男人，别啥事儿都让万掌柜主动。抽空啊，你给万掌柜买点胭脂水粉和首饰啥的，小姑娘都喜欢那些玩意儿。还有一盒，你没事儿多捏点泥人，让你四叔给万掌柜送去。她就算再能挣钱，可终归是个女孩子嘛。娘，这事儿还是算了吧，我配不上她。四哥哥，哎呦，闺女，你快坐下，万一摔倒咋整？闺女个子矮，所以八宝特意给她做了3条腿的高板凳。闺女要是从上面摔下来，李万全得心疼死。四哥哥，你到底在自卑啥？人家万掌柜能看上你，那是你俩缘分到了，顺其自然就好。四哥哥还扭捏啥呢？哎，真是气死他了。估计四哥之前做过倒插门的缘故，才让他对感情小心翼翼的。婷婷，你妹妹都比你懂人情世故，明个呀，让你大嫂和二嫂陪你去趟县城，给万掌柜买点胭脂首饰啥的。次日清晨，娘，有的泥人还没干呢，您都要拿走吗？这东西如果拿到县城去卖，肯定有人买，在家放着也是放着，娘去碰碰运气吧。那我跟娘一起去。不用，你在家继续捏，多捏一点。李四宝拉着大嫂和二嫂去县城了。对了，小十一啊，我家老三的事情你打听到消息没啊？还没有。大伯，你再等等。卓萧然摇摇头，他跟刘将军虽然有过一面之缘，但也知道那是个铁面无情之人，不管做什么，刘将军都依章办事，而李老三偏偏跑到他麾下做事，这让卓萧然也很难办。哎，三宝一定是出啥事儿了，我最近心脏总是突突。爹，真的没事儿。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，三哥不仅没出事，反而混得还挺好。刘淑贤瞪了老头子一眼。你这当爹的，居然盼着自己孩子出事。三宝就算没事，也被您念叨出事了。哎，我这不是担心吗？谁不担心啊？啊？爹，你呀，我想去县城玩。县城遍地是人牙子，你还是消停在家待着吧。李万全100个不放心。李二宝笑着道：爹，正好我要去县城，给葵花买点山楂，我领着妹妹去吧。那你可得把妹妹看好啊。放心吧，爹。恰好六宝和八宝也要回县城，便同坐一辆马车出发了。到了王木匠铺子门前，小爸，过几天家里包油梭子饺子，你呀要记得回来吃哈。李二宝叮嘱他。知道了，二哥。李八宝应了一声，正要往铺子里走，忽然听到一阵谩骂声传出来。哼，这个李老八呀，干的是啥烂活呀？连个椅子都做不好，还让我受牵连。哎，掌柜的，你这个月别给他开工钱啊，那李老八就是来混日子的。这番话不仅李八宝听到了，车内的李甜甜也听得真真切切，居然有人在质疑八哥哥的木匠手艺，还在背地里骂他，简直是小人所为。整个杏花村的人都知道，八哥哥的木匠手艺是无可挑剔的，连张木匠都不如他。如今因为一把椅子就被人在暗地里编排，这事儿肯定有蹊跷。二哥哥，我想进去看看。铺子内，这椅子做的确实不合格啊。掌柜的，我说了，这把圈椅不是我做的。不是你是谁啊？王掌柜站起身。是傅老六做的。李八宝指了指男子。不信你问他。傅老六弯了弯嘴角。哼，我可没坐过这么不像话的椅子啊！哎，李老八，你挺大个人了，敢坐不敢当是吧？你瞧瞧那椅子腿儿又细又脆的，这就是成熟木匠的水平啊！
木匠铺子有一大忌讳，就是做出来的东西一旦被退回，那就说明这家铺子的木匠师傅没水平，活稀松，连带着掌柜的脸上也无光。李八宝听后简直是怒火滔天。你干啥玩意儿？你想打人呐？傅老六缩着脖子，脸都吓红了。李八宝咬牙切齿：傅老六，你是不是看我好欺负呀？那把圈椅之前明明是王掌柜让我做的，你想表现一下，硬把活揽过去了。如今椅子被退回来，你却往我头上扣屎盆子，你算是啥东西？大哥哥，别冲动。像傅老六这种无赖，如果真把他打出个好歹来，回头再讹上八哥哥，那就犯不上了。嘿，你这小崽子又是谁啊？傅老六剜了李甜甜一眼：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啊？狗东西，把嘴放干净点。王掌柜，你瞅瞅，他们也太邪乎了。嚷嚷啥玩意儿？椅子都退回来了，抓紧再做一把新的，给人送过去。掌柜的，李甜甜抬起小脑袋，这件事还没处理完呢，做椅子的事情能不能再等等？你说咋处理？王掌柜气不打一处来。一个成手木匠能做出这种椅子来，我都替他感到丢人。李八宝跺了跺脚：那不是我做的，还让我说多少遍呀？哼，不是你做的，也不是他做的，难道是我做的不成？遇到点事情就往出推卸责任，以后还能有啥出息？掌柜的话不能这么说。李甜甜皱了皱小鼻子：我八哥的手艺在村子里是有目共睹的，想要知道这把椅子是不是他做的，很简单啊，照这把圈椅的样子再做一把就是了。行。王掌柜点点头：那就重新做2把新的，你们2个去下料吧，半个时辰内就把椅子做出来。傅老六一听，面色一黑：掌柜的，你不能听那小崽。这子字儿还没说出来，李二宝就挥了挥拳头，欲要削他。掌柜的，我的意思是，大家都这么忙，哪有功夫扯淡呢？半个时辰做出来的椅子，那能做吗？哼，咋就不能做了？傅老六，你心虚了吧？是怕做不出来被掌柜的扫地出门吧？我怕啥呀？做就做。你搁那转悠啥呢？还不快下料？我不得寻思一下吗？催啥呀？傅老六急得原地打转，不时往李八宝那边瞄。人家现在已经把木料备好了，这会儿都开始凿榫孔，准备安装了。李甜甜淡淡道：哼，你如果做不出来，现在就给我八哥哥认个错，并承认那把残缺的椅子是你做的。谁说我做不出来啊？掌柜的，我做好了。好样的，很结实啊，这椅子用个3-5年都不带散架子的。哎呀，掌柜的，时间太短了，我这把椅子还没做好呢。看来八宝说的没错，之前那把破椅子就是你做的。八宝啊，之前是我冤枉你了，你别往心里去哈。以后你就是木匠铺子的成手大师傅，回头我再招2个学徒给你打下手。掌柜的，那我呢？傅老六惊慌失色，王掌柜横了他一眼：你抓紧拾掇东西滚蛋，我们铺子不收你这种败类。掌柜的，我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，你不能翻脸不认人吧？这李八宝才来几天呢，你就开始排挤我，真没见过你这么忘恩负义的人。啥玩意儿？王掌柜沉下脸来：你是啥水平，我心里门清。之前没找到好的大师傅，才让你嘚瑟这么多年。如今有八宝帮我，还留你干啥？留着下蛋呢？行，老东西，既然你无情，就别怪我无义了。咱们走着瞧。哼！
傅老六撂下一句狠话，便气鼓鼓地离开了。王掌柜吁了口气，笑眯眯地看着李甜甜。小姑娘，你八哥哥很有本事，有他在，伯伯也就放心了。二哥哥，去买山楂吧。哎，好。县令媳妇孙氏领着冯春云往铺子里走，像是来买家具的。见到李甜甜后，呀，甜宝宝，你在这干啥呢？夫人好，我八哥哥在这里当木匠呢。哦，是成手木匠吗？老爷说过，李家闺女可是小殿下的新尖尖，把她哄开心了，日后准错不了。是成手木匠。我家那马车、桌椅板凳儿和衣柜碗架子啥的，都是八宝亲手做的。哎呦，那感情好啊！我家呀，正想找个木匠去府上做一套桌椅呢。若是八宝有时间，就让他干吧。可以是可以呀，但夫人得先问问我八哥有没有空呀。行，我这就去问。孙氏进屋去了，冯春云留在外面。甜宝宝，去我家住几天吧。为啥去姐姐家住呀？因为姐姐稀罕你啊。爹爹和哥哥们不会同意的。没事，到时姐姐去说。李八宝这边的事情谈成后，李二宝领着妹妹去买了一兜子山楂。杏花村，四宝啊，那些胭脂水粉啥的，你送给万掌柜没？他咋说？娘，李四宝一脸无奈。再等等吧，啥事儿不都得有个过渡期吗？过渡啥呀？到时候搞得鸡飞蛋打，你哭都找不着调。你爹说了，让你明天带万掌柜回来吃饭。啊？啊什么啊呀？那皮豆你大嫂都提前熬出来了，在菜窖里存着呢。李四宝听后挠了挠头发。行嘛，回头我跟万掌柜说一声。卓家宅子，小主子打听到了。讲，李三宝之前确实去将军府当差了，可是1年后他就参了军，听说去驻守边疆了。驻守边疆？那他为何不给家里写信告知一声？许是走得匆忙，刘将军又对麾下的士兵管理严格，所以才……这刘将军也真是不近人情。哼，驻守边疆乃是光彩事，保家卫国，风餐露宿，御敌于国门之外，3年5载的都回不来。让将士们给家里写封书信，怎么了？小主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刘将军年少时家中发生变故，他唯一的妹妹也遭人陷害，被逐出将军府，至今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。从那时起，刘将军便性情大变，对待任何事物都很严格。卓萧然闻言往老李家那边看了一眼，他没记错的话，大娘好像也姓刘。小主子，还有一件事儿。袁静拱了拱手，说：那个叫明镜的老和尚绝非普通僧众，属下在暗中调查一番，发现他常年游历于世界各地，与燕国、楚国、齐国等国国君都称兄道弟，关系匪浅，所以属下怀疑他是别国的细作。哦。卓萧然听后颇为诧异。若真的是细作，那他主动接近甜甜又有何目的？属下不清楚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对了，康嬷嬷什么时候到？管理这么大一个宅子，光靠袁静一个人是不够的，所以他特意跟宫中申请，让派一名经验丰富的嬷嬷过来伺候他的饮食起居。袁静笑着道：差不多明日就到了。次日上午，李万全刚下地回来，就见冯县令2口子上门了。哈哈，亲家忙着呢。冯县令乐得合不拢嘴，李万全听了扯了扯嘴角。
这咋张嘴就叫亲家呢？六宝跟春云还没成亲呢，这么叫不合适吧？哎呀，早晚的事儿嘛。嘿嘿。啥？让甜甜去你们家住几天？刘淑贤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当即就惊住了。小闺女长这么大，还没去过别人家住过呢，万一出点啥事咋整？孙氏笑着说：“亲家母啊，你放心吧，这次你家八宝也过去一起住。”八宝，娘亲，八哥哥要去夫人家干几天木匠活。李甜甜脆生生解释：“哦，我闺女儿在家住惯了，冷不丁去别人家，这万一水土不服。”哎呀，亲家母啊，这县城和杏花村才隔着多远呢，咋就水土不服了？你要是不放心啊，那就从家里带2桶水去。我小姑姑每天早饭都要喝1碗鸡蛋糕。小姑姑睡觉时不喜欢有人打扰。小姑姑吃饭时必须要晾1杯水，衣裳也得3天洗1次。孙氏听到这些，连连点头。行，都依他。一行人刚走不久，李四宝就领着万小玲来了。伯父好，伯母好。哎，好。万掌柜气质不凡，一看就是大家闺秀呢。伯母过奖了，我爹娘都是商人，谈不上气质的。哎，万掌柜真会说话，快进屋坐吧啊，饭菜马上就好。也不知道你喜欢吃啥，就随便做了点儿。伯母，我不挑食。小玲呢？我想看看她。小玲啊，你出来一下。小玲，那个女人要嫁给四叔了，你早晚都得管她叫娘。是后娘。大哥，我听说后娘就爱打孩子，她以后会不会虐待小玲啊？闲着没事打孩子干啥？小玲这么懂事，即便是后娘也舍不得揍她吧？那可没准儿，咱们村子江二小就有一个后娘，2天不打她，3天早早的，那胳膊被掐得青一块紫一块，都没法看了。那是江二小他爹有事没事就打媳妇，本身就是后娘，有气没处撒，他就拿江二小撒火呗。正堂内，后娘，我帮你擀皮儿，你以后少打我好不好？李小玲冷不丁的来了一句。另一边，冯县令亲自赶着马车，谁料迎面却碰见了金寡妇。连我家老爷的车都赶了，还愣着干啥？快点赶车呀！哦。冯县令抖了抖缰绳，赶着马车离开了。哼，天宝宝，你们村子咋啥人都有？就刚才那女的，我看了都想吐。她自己不觉丢人吗？夫人，金寡妇也是我们村子的老人了，听说她的命挺苦的，被骂了好几次才兜兜转转来到杏花村的。天宝宝，房间已经给你拾掇好了，等会儿我就帮你烧洗澡水啊。冯春云热情极了。娘，听说李小九来了，他在哪儿呢？冯春梅快步走过来。李小九是他给李甜甜取的别名，因为在家里排行老九，小奶团子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李小九。什么李小九啊，小妹妹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爹也不会跟表姑断绝关系了。你就是个扫把星。春梅，把嘴闭上。孙氏雷霆大怒，使劲耸了闺女一下。咋这么没有礼数呢？快回屋待着去。娘，您咋总向着外人呢？甚至还把这个小崽子接到家里来了。您就不怕他把咱家的屋子给弄脏了？住嘴！死玩意儿，张嘴闭嘴就说混账话。田宝宝是家里的贵客，你竟敢出言不逊，那些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吧？说完，冯县令吩咐何嬷嬷去把他关到屋子里，罚抄100遍《论语》。爹，我不想抄书，
你快点把他撵出去，我膈应他。哎，天宝宝啊，你别见怪哈，春梅打小啊就被他娘给惯坏了。没事，反正只待3天而已，我躲着他点就是了。夫人，我想吃药膳鸡。那是啥东西啊？咋做的呀？我可以告诉您配方，夫人照做就好啦。夫人，这个很简单呐。哦，媳妇儿啊，回头啊你把配方记下来，咱家每隔几天就炖一次药膳鸡。是夜，李八宝是第2天上午来的。看到那个李八宝没？长得不赖，你俩又同岁，等会儿你进屋打扮打扮，然后去给他当小工，搬个木头拿个钉子，好好表现表现。冯春梅就很莫名其妙。爹，我为啥要给他当小工啊？你说呢？冯春梅寻思半天才反应过来，皱紧眉头。爹，您不会是想把我嫁给李八宝吧？开什么玩笑，她堂堂县令家千金，怎会嫁给那个乡下穷木匠？也就姐姐脑袋进水了，才愿意听爹娘的摆楞。嫁给他会有很多好处的。啥好处啊？这李八宝啊，绝非池中之物，日后他肯定有大出息，你信爹的。不过就是个木匠而已，能有啥大出息啊？哼，反正我不嫁，爱咋咋地。哎，蠢货玩意儿，婚姻大事由不得你做主，要么去给李八宝当小工，要么就回屋抄100遍《论语》，你自己选吧。前院柴房门口，李八宝把木料扛过来，又看了眼潦草的简略图。县令夫人让他做一套桌椅，上面带花纹的那种。唉，天热活难干呀。李八宝擦了擦汗，打开工具兜子，拿出凿子等工具，打算量尺寸备料。恰在这时，冯春梅一扭一扭地走了过来。你这木匠活是跟谁学的？跟我们村子张木匠学的。那你现在1个月能挣多少银子啊？你问这些干啥？李八宝对她没啥好印象，听说这丫头很刁蛮，还针对过妹妹。切，问问都不行啊！你如果1个月连1两银子都挣不到，我也就没有必要在你这浪费时间了。李八宝一脑袋问号。啊？不是，这丫头说话咋云山雾罩的？她1个月挣多少钱，跟她有啥关系？你要没事儿就进屋待着，别影响我干活呀。哼，李老八，你妹妹是妖怪吧？我听说你们家的大房子和大马车都是她变出来的。她既然这么厉害，你还出来干啥活啊？让你妹妹养你全家不就得了？闭嘴吧你！李八宝听后直接火了。再敢说我妹妹是妖怪，我就把你的嘴缝上。你凶啥呀？我又没说错。冯小姐，别以为你是县令家的千金，我就不敢削你。李八宝眯起眸子。就你这样的，连我妹妹一个小指头都比不上，你有啥资格说她是妖怪？你喊啥喊呢？我就喊，我妹妹有福气不假，但我们全家人又不是吸血的水蛭，有胳膊有腿的，凭啥靠妹妹养活？你这么大人了，说话前能不能过过脑子？看着鲜眉亮眼的，没想到脑袋却少根筋。你说谁少根筋啊？李八宝，你这个流氓！你才是流氓，像你这种泼妇，就我都不稀罕。我呸！不要脸的东西，你马上给我滚出去！我们家不欢迎你。我是夫人请来的木匠，他们尚且没赶我出去，你有啥权利撵我？哎，你们俩差不多得了，吵吵啥玩意儿？八宝啊，你先起来。都说打打闹闹是冤家，
他觉得八宝跟春梅有戏。爹，我又没把你怎么着，你咋就……哎呀，八宝，你听叔叔说两句好不好？这做男人呐，就要拿得起放得下，敢做敢当，坦坦荡荡，这才是真男人呐。冯县令，这话是啥意思？李八宝咬着牙，没听出来呀，哪能翻脸不认人呢？是你闺女主动来找茬儿，一言不合就动手的。说句难听的，就他这种死皮赖脸的人，白给我都不要。看一眼都犯膈应的人，又怎会对他有非分之想？冯县令一听，脸色变了变。你的意思是不想负责了？对，爱咋咋地。你们家这活我不伺候了，哼！话落，李八宝子就离开了。爹，他咋走了？冯春梅不明所以。滚回屋去，抄100遍《论语》，不抄完，中午不准吃饭。李甜甜听说此事后，八个个早都跑没影了。孙氏一脸阴霾，瞪了男人一眼。老爷，你哪能让春梅胡来呀？人家八宝是来干活的，你让春梅当什么小工啊？她连一把椅子都搬不起来，能干啥活？哎，媳妇儿啊，我也没想到会闹成这样啊。我就是看春梅跟八宝年纪合适，想让他俩相互了解了解，然后嘛……然后就给他们定亲是吧？哎呀，嚷嚷啥呀？我这想法有错吗？县令叔叔，感情不能强求。若春梅姐姐跟我八哥兴趣相投，喜欢往一块凑，就算您不凑合，他们也会走到一起的。眼下来看是不可能的了。别看八哥只是个木匠，但他志向远大，一般人还真入不了他的眼。而冯春梅呢，又偏偏是那种刁钻跋扈型的，八哥又怎会看上她？你听听，田宝宝这才叫人话呢。媳妇儿啊，这几天咱们就把春芳和六宝的亲事定下来吧，别拖了。反正李家二老那边也没啥意见。行，明儿个我去杏花村一趟，正好再跟亲家母说一声，让甜甜在家里多住几天。他们会同意吗？我去问问看。哎，对了，明天你姐要来咱家串门，她可是个没眼力见儿的，你最好啊让她管住嘴，当着甜甜的面别啥都往出胡说。没事儿，我心里有数。次日清晨，夫人，您姐姐来了，在正厅等着呢。她一个人来的？没有，她是带着曼儿小姐一块儿来的。哎呦，老二啊，你咋才来呀？我这茶水都喝了半壶了。哎，这个小娃娃是谁呀？这是我们家的一位贵客。甜甜叫大姨。大姨好。老二，感情你就是陪这个小丫头才慢待我的是吧？我跟曼儿都在这坐了小半个时辰了，你也不过来陪我唠唠嗑。他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啊？姐，我这不是过来了吗？许久不见，曼儿都长这么高了。都10岁了，能不长吗？老二啊，我听说你们家的李子树结果子了，是真的吗？孙氏一听，微微扯动嘴角。其实他这个姐跟老爷的那位表姐不相上下，每次过来都是连吃带拿。对，是结李子了。孙氏回了一句：那你还愣着干啥呀？哎呀，快去给我摘一筐过来呀！你瞧曼儿，这嘴唇干巴巴的，哪有你这种当姨的呀？这外甥女儿都快渴死了，你都不管呢？哼，姐，那李子树好几年不结果子，如今可算是长出李子了。我打算啥呀？切，不想给我们吃就直说，绕来绕去的，
有啥意思啊？干啥玩意儿？在别人家串门，你能不能守点规矩？咋的？现在都开始打我家主意啦？听你这趾高气扬的语气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才是这家里的女主人呢。这婆娘就是欠收拾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往后她如果再来呀，你就把大门关上，别放她进来。老爷，她可是夫人的亲姐姐呀，我如果把他们拒之门外，夫人会挑理儿的。挑个屁理呀！摊上这种糟心亲戚啊，就趁早断了关系，省得惹气。另一边，娘，您瞧见没？鱼，红李子，这要是炖上，那味道得杠杠的。娘，我想吃红烧鲤鱼，多放点干辣椒，这东西可下饭了。捞2条鱼出来，装进兜子里。娘，咱们是不是得跟二姨和二姨夫说一声啊？直接捞鱼，不太好吧？这有啥不好的呀？你二姨那是我亲妹子，捞2条鱼咋的了？那回头他们要质问起来，您可别说是我捞的。哎呀，你快别磨叽了，赶紧捞啊！娘，这鱼咬人，您看。哎呀，你说你咋这么没用啊？真是愁死我了！哼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鲤鱼咬人的呢。哎，我来抓。姐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偷鱼吗？哎呀，你甭管偷不偷的了。哎呀，老二啊，你快点去给我请个大夫啊！我这手被咬破了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自作自受。哎，你这个小娃娃，你搁这说啥呢啊？幸灾乐祸是吧？姐，你想吃鱼了，可以直接跟我说，这偷偷摸摸的算怎么回事啊？再者说，这些红李子都是我家老爷养的观赏鱼，不是吃的。恰在这时，冯县令背着手走过来。又咋的了？作啥妖呢？包叔叔，他想偷您的鱼吃。你这人还要不要点脸了？这鱼好不容易才活过来，又下来小鱼崽儿，你是饿死鬼脱生啊？想吃就吃。我和曼儿的手都被咬出血了，你说咋办吧？咋办？哼，咋不把你的手给咬下来的，省得我喂鱼了。你什么你不服啊？这些年你拿了我们家多少东西，心里没数啊？若不声不响，老老实实的也就罢了，可你呢，却蹬鼻子上脸，愈发不成体统。今后啊，你最好别来我家，来了我也不给你开门。孙翠竹闻言，一把就拉起孙氏的手。哎呦，老二，你听听，你这男人搁这说啥呢？老爷说的没错，爹以后还是别来了，咱俩这姐妹关系就到这儿吧。啥意思啊？想跟我断亲呐？老二，你再给我说一遍。送客，把大门关严实点，以后啊，不许放他们进来。哎，媳妇儿啊，鲤鱼会咬人吗？甜甜，鲤鱼会不会咬人呢？夫人，我不知道哎。次日清晨，孙氏领着他吃过早饭，便要送他回村了。老爷，东西啥的都买了吗？放心吧，熟食、茶叶、高粱酒、白糖一样不少。哎，春云，你今天咋穿的这么朴素啊？今儿个是你跟六宝定亲的日子，穿的跟个丫鬟似的，也不知好好打扮打扮。娘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朴朴素素、简简单单，总比浓妆艳抹的强。我也觉得春云姐姐这样挺好看的。老李家，哎，老婆子，四宝呢？去县城了。刘淑贤朝院外张望。哎呀，闺女咋还没回来呢？哎，老婆子，
我觉得那万掌柜人挺好的，说话办事啥的比四宝都强。过几天我去买点东西，跟万掌柜提亲吧。嗨，那你也得问问万姑娘愿不愿意嫁给四宝啊。她不愿意还来咱家吃饭干啥呀？而且啊，跟四宝有说有笑的，我看这事儿啊能成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他们认识的时间太短了，先相互了解了解，总归没有坏处的。冯县令到的时候，正好赶上吃晌午饭，面片汤配上小酱菜，吃得全家人满头大汗。哎呀，我都说了，来就来嘛，别一门买东西啊，死贵死贵的，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呀。李万全看着桌子上的礼品，一脸无奈。哈哈，也没买啥。亲家母，六宝跟春云的亲事就定下来吧，下个月直接成亲。李万全无奈。不是，你咋比我还着急呢？这布置婚房、张罗酒席、采买礼品、雇迎亲花轿啥的，不都得需要时间吗？冯县令，你这么着急的把千金嫁过来，是不是另有企图啊？哎呦，十一公子啊，我能有啥企图啊？他们成亲都是你情我愿的，我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怎敢？你心里明白就好。冯小姐如果嫁过来，便跟六宝哥好好的过日子。至于你和你的夫人，最好收起那些小心思。成果和业绩是靠自己赚出来的，不是挖空心思通过各种关系讨来的。小殿下这态度，好像看出他想攀附老李家的意思了。但这事儿也不必恐慌，春云跟六宝成亲，那是两情相愿的，也没人强迫他们。另一边，干啥呀？我还要下地去呢。不差这一会儿了。亲家，好事儿啊！啥好事儿啊？你家八宝跟我家春梅，他们两个，他们两个咋了？你有话快点说，别绕圈子。你还记得八宝去我们家干木匠活吧？记得。你家八宝干活呀，就把春梅给啥玩意儿？八宝不可能对他有非分之想。我是亲眼所见的，不信等你家八宝回来，你问问他。我现在就去问他。如果老八真干了这种伤风败俗之事，他就皮鞭蘸凉水抽死他。白叔叔啊！哎呦，甜甜啊，你啥时候来的？方叔叔，我八哥没有非礼春梅姐，他们两个不合适。我没说八宝非礼春梅了，就是如今春云姐快嫁过来了，咱们两家已然结亲，所以春梅姐能否嫁给我八哥哥，这已经不重要了。其实李甜甜知道冯县令的所思所想，讨好他便能得到11哥的青睐，他若能升官发财，对他乃至全家人也有照顾，这是好事。叔叔明白了，你才3岁就能把事情看得这么通透，比我强太多了。只是你八哥可能要免不了一场毒打呀。李万全来到县城后，当即冲进王家木匠铺，把李八宝给提溜出来。爹，我忙着干活呢，等会儿再说哈。你这蠢货，你气死我算了。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非礼冯春梅了？啥？爹，我就算假酒喝多了，也不可能非礼他呀。爹，那冯春梅太烦人了，可能是他爹挑唆的吧。打算让他给我当小工，我不愿意，就拌了几句嘴，哪成想他二话不说就动手，扯来扯去就摔倒了。哼，冯县令说你对他闺女动手动脚，让你负责到底呢。爹，您快别听他胡说了。李八宝哭笑不得。那个冯县令就是想跟咱家攀亲，才一门来献殷勤的。
如今六哥要跟冯春云成亲了，这已经很圆满了，我的亲事还早着呢。你真没干啥混账事儿？真没有。那行，你进去干活吧，我去书院一趟。哎爹，您去书院干啥呀？一和二和都不小了，来念书了。我去找郑院长问问，现在还收学生不？杏花书院，李万全站在门口，抻着脖子望了半天，也没人过来开门。哎，听说了没？李奇宝在育才书院考试作弊，被抓了个现行。真的假的？他当初不是以全县第2名的成绩考进育才书院的吗？这么好的成绩，难道是抄来的？李万全一听，脑袋嗡的一声。你们两个等一下。这位大伯，有事吗？你们说李七宝在育才书院咋的了？你打听这事干啥？我是李七宝的老子。哦，我们也是刚听说，自从李七宝考进育才书院后，就疏于学业，放浪不羁，每每考试都作弊抄袭，影响很恶劣呢。怎么一考上秀才就性情大变了呢？是不是以为自己是秀才了，就开始膨胀了？如果小七真的不务正业，他非扒了他的皮不可。老李家，老婆子，你快点给我收拾东西，我要出趟远门。嗨，这么大岁数的人了，走路一点都不稳当，被狼撵了是咋的？爹，老婆子，不好了，咱家小七在外面闯祸了。啥？闯啥祸了？我刚才听杏花书院的学生说呀，小七自打去外地念书后，就把学业荒废了，整天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连考试都作弊呢。爹，前几日七哥哥还来信了，说自己在书院那边过得很好，不用家里惦记。哎，闺女啊，一封书信也说明不了啥呀。你七哥如果真干了对不起家里的事儿，他会在信上明说吗？爹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您若实在不放心，可以去育才书院看看呀。我这就去收拾东西，跟你一块儿去。娘，我也去。育才书院山高路远，我也陪大娘大伯一块儿去吧，上园进保护咱们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坐在门口喝姜汤的赵葵花听后，回头笑着道：哎呀，小十一啊，你明天就不用去了。大伯，我正巧要去南守郡那里办点事，咱们顺路，就一块儿同行吧。这行是行，但这么远的路，大娘怕照顾不周啊，所以……大娘不用担心，有康婆婆照顾我，这一路的饮食起居都没有问题的。康嬷嬷几日前就到杏花村了。那就这么定了，如果来得及，咱们回村时正好能赶上六宝和春云成亲。二人的亲事已经定下来了，下个月初2乃黄道吉日。与此同时，县城。十一哥，你脸色不太好啊，是哪里不舒服吗？我没事。卓萧然抿了抿嘴，就是从早上到现在，他一直没吃东西罢了。还说没事，你的脸都白了。拿，大嫂晾的羊肉干，你尝尝看。我暂时还不饿。那好吧。甜甜，前几日我打听到你三哥的消息了。他还在将军府吗？没有，你三哥2年前被派到北疆去了，至今未归。啊！厉甜甜心里一悸，三哥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不清楚，北疆一带从来就不是太平之地，被派到那里的人几乎都是九死一生。他之所以没把这件事告诉大娘和大伯，就是怕他们担心上火。在老李家，就属奶团子的心态最好了。李甜甜听后眨了眨大眼睛，她在想要不要把此事告诉爹娘。
他们为三哥哥的事情劳心操神，觉都睡不好，也最该有知情权。但在这个节骨眼上说又不太合适，等从南守郡回来后再说吧。你就不害怕吗？怕啥？不怕你三哥战死沙场，永远也回不来了？屁屁屁！我三哥哥福大命大，才不会死在外面呢。李甜甜翻了个大白眼，她对自己的预感充满了绝对的自信，三哥不会出事的。终于到达了南守郡，此地要比清水县大得多，常住人口也不少，但很多人都是奔着育才书院来的。这家书院是仅次于国子监的高等学府，所以李七宝能成为育才书院的学生，别说是老李家了，就是整个清水县也与有荣焉。你们来找谁啊？啊，我找李七宝，我是他爹。李七宝被记大过了，暂时出不来。是啥玩意儿？他因为啥被记大过了？考试抄袭呗，这件事在我们书院影响很恶劣，张院长气得3天下不来炕。不可能啊！不可能啊！我儿子文章写得好，学习嘎嘎的，不可能抄袭啊！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你们若想见他，等1个月后再来吧。那我们可以见一见你们张院长吗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院长大人气出病了，下不来炕，不便见客。你们赶紧走吧。且慢，就说卓11要见他，再把这个东西拿给他看。说着，卓萧然随手摸出一块令牌，扔给守门人。这啥东西啊？拿一块破铜烂铁就想见我们院长大人，你这孩子是画本子看多了吧？区一个看门狗，也敢这般对我家主子无礼，信不信我砍了你的脑袋？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我去通报一声就是了。说完，他便拿上令牌，悻悻地离开了。很快，张院长风风火火地跑过来，看他这装扮，好像真是卧床许久的样子。张院长之前好歹是翰林院大学士，当然认识小殿下的令牌。况且这次甜甜大驾光临，他哪怕就快要病死了，也得亲自过来迎接。之前要不是这小姑娘救他，他早都呼吸枯竭，暴毙而亡了。只是他没想到，殿下怎么跟老李家凑到一块儿去了，而且他们还是一起来看望李七宝。可见这户人家的背景隐藏的不是一般的深。微臣拜见太。一见到小殿下，张院长的职业病就犯了，撩起衣摆就要跪下。卓萧然拧紧眉头，一个眼刀子杀过去，吓得张院长僵在原地，保持半跪不跪的姿势。思忖稍许，他才惊醒过来。殿下这般低调过来，想必是不想暴露身份，他只需配合着点就行了。公子好。张院长拱了拱手，卓萧然点点头。你可认得他？当然认识。甜甜，多亏你给我的药，我才能活到今天呀。你瞧，我现在喘气可痛快了，一点儿也不憋闷。院长伯伯没事就好，哮喘药用没了，记得找我要哈，免费的。李甜甜眉眼弯弯。真好，这次伯伯不能白要，得给钱。走，我带你去参观参观书院。那个院长大人啊，我家小七真的被记大过了。他那么听话懂事，读书也很刻苦。当初大考的时候，他可是以全县第2名的成绩考上秀才的，不可能抄袭呀。你们别急，我知道七宝是好孩子，他根本没抄袭。啊？既然没抄袭，你为啥给他记大过呀？这可是影响小七一辈子的事儿啊！谁说李七宝被记大过了？谁说的？那他说的。院长大人，小人也是听说的。
造谣生事，乱嚼舌根子，马上收拾东西给我滚蛋！张院长皱紧眉头。大人，我知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都是那个郑金强，他羡慕李奇宝有才华，满书院的乱嚷嚷，说他考试作弊，就连秀才这个身份也是抄袭来的。你说的那个郑金强，是不是郑院长的儿子？之前他在县城的书院见过郑金强一次，那是个睚眦必报、很小心眼的人。是啊，那小子仗着自己老爹是院长，经常乱造别人的谣。张院长，这事儿你怎么说？卓公子，这事有点复杂，诸位进屋来，我慢慢跟你们说哈。你们呀，不用担心，等会儿我就把七宝叫过来。但在这之前，我要先说几句。我呢，打算收一名关门弟子，着重培养。将来若能做上大官，为朝廷效力，也不枉我一番苦心了。但是想做我的弟子，这言行品德以及为人处事、才华阅历等等方面，都需要严格考量的。那张院长找到合适的人选了吗？嘿嘿，你猜，我看中谁了？李甜甜呜了一声，七哥哥的脸颊忽然涌现在脑海，不会真的是他吧？张院长，你有话就快说，别故弄玄虚。好。张院长抿嘴笑了笑。这名弟子呀，正是七宝，他品学兼优，勤奋上进，我对他甚是满意呢。而且他已经单独给李七宝授课10多天了，这孩子天资聪慧，一点就通，将来肯定是做大官的材料。院长大人，多谢您对我家小七的栽培，但我儿子抄袭和记大过的事情是咋回事啊？这事儿呀，还真是郑金强那小子传出来的。他不管是写文章还是吟诗作对，其才华跟你家七宝不相上下，可就是人品差了点儿。我之所以没有责重处罚他，尽快压下此事，就是想让七宝在我这儿安心学习，不要听外面那些风言风语。张院长，哼，你这叫什么逻辑？李七宝因为此事都快身败名裂了，你还想让他怎么安心学习？我不也是想等他考上举人后再出来澄清吗？哼，待他考上举人，此等谣言估计都传遍整个大梁国了。到那时，还有哪家书院敢收一个抄袭作弊的学生？是老夫思虑不周，还请卓公子和二老见谅。他为啥这么惧怕小11呀？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。院长伯伯，那您快点当着所有学生的面帮我七哥哥澄清此事啊！等会儿我就把七宝和所有学生都叫过来，当众宣布七宝没有作弊，他现在是我的关门弟子。恰在这时，张院长，学生李七宝求见。是咱家小七，小七，快进来。爹娘妹妹，一听说你们来了，我就急忙往这边跑。哎，你呀就是个不省心的，我和你娘你妹妹千里迢迢跑过来，就是想看看你有没有用功读书啊。如今听张院长说你成了关门弟子了，爹和你娘才放心。爹娘妹妹，我没不好好读书，有啥事儿你们直接写信就行了，不用亲自过来。你以为我们想来啊？还不是因为担心你吗？娘，孩儿知错了。那位叫郑金强的学生，你打算怎么处置他？他从前住在皇宫之中，深知造谣者的可恶，若从轻处罚或不闻不问，那他下次还敢造谣。
怎么，很为难吗？周公子，实不相瞒，郑金强这个人其实也很优秀，凭他的成绩，别说考举人了，就是将来在殿试中也是有可能高中前10呢。你的意思是不打算处罚他喽？张院长，这朝中诸多大臣们，哪个不是靠科举考试当上官的？他们随随便便拎出来一个，都精通各类文献和经史子集，但是只懂这些东西，并不能管理好整个国家。皇上更看重的是为官者的人品和德行。像郑金强这种以为自己肚子里有点文墨，便肆意诋毁他人、造谣生事的人，朝廷不要也罢。一番话下来，直接把张院长给对懵了。老夫明白了。李七宝成了张院长的关门弟子，郑金强被记了一个大过，并闭门反省7日。这2个消息一经传出，书院的学子们瞬间沸腾起来。哎，真没想到啊，那个从乡下来的李七宝居然被老院长给看中了，他到底哪里好啊？据说凡是被老院长选中的人，几乎都能考上状元。一家客栈内，爹娘、妹妹、11弟，这南守郡遍地都是好吃的好玩的，你们多待几天再回去吧。我已经跟院长告了假，这几日专门陪你们赛鞋。哎呦，可使不得啊！小七啊，你快回书院去吧，不用操心我们。爹爹，我想出去玩。大伯大娘舟车劳顿，就好好休息吧，我陪甜甜出去转转。李万全无语。哼，这个臭小子，你凭啥领着我闺女出去逛街呀？行，让你七哥陪着你们。有袁静保护他们，刘淑贤倒也放心。看着闺女远去的背影，李万全跺了跺脚。哎，老婆子，你咋放闺女一个人出去啊？万一碰到坏人咋办呢？老头子，你忘了这里是啥地方了？举人之乡，街头巷尾遍地都是书生，坏人少得可怜呐。那我也不放心。不放心你就追上去，陪他们一起逛街。我才不去呢，这么大岁数还逛啥街呀？我现在最担心家里头啊。唉，咱老两口也出去转转吧。听说南守郡的馄饨天下第一，我已经很多年没吃过了。李万全一脸问号。很多年没吃过了，是不是说你以前吃过呀？老婆子身世成谜，他之前刨根问底过，但老婆子啥都没告诉他。长街上，李甜甜手里攥着一个小糖人，边吃边往前走。妹妹，11弟，这条街是南守郡最繁华的一条街啊，前面还有杂耍和唱大戏的，我带你们去看。李甜甜脚步一顿，大眼睛看向路边的一家酒楼，一缕缕菜香味飘散出来，馋得奶团子细溜起口水。饿了，这一条街都还没有逛完呢，就嚷嚷着饿了。我还在长身体，饿了很正常。我也在长身体啊，为何不饿？因为你是另类呀。卓萧然瞬间沉下俊脸。我怎么就是另类了？妹妹，你真会挑地方，这里是整个南守郡最大的酒楼，里面的菜品很丰盛，保证合你的胃口。之前老院长请他们这些穷秀才吃饭，选的就是这地儿。饭菜虽然很美味，但跟大嫂和二嫂的手艺比起来，还是差点意思。11哥，你可以敞开量吃，很美味的。每道菜肴他都偷偷滴了灵泉水，11哥肯定能尝出味道。李甜甜和李七宝就吃了起来。恰在这时，隔壁包厢忽然传来一阵怒吼声：废物东西，啥也干不成！我妹妹当年明明来过这里，为何一点消息都查不到？
将军，您息怒啊！当年您跟小姐过来的时候，她才10多岁，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小姐就算找到，模样和长相也早都变了。况且这些当地人哪会记得30、40年前一个偶然路过的小姑娘啊？那也要给我找，哪怕掘地3尺，也得把我妹妹找回来。是，属下遵命。卓萧然听到这段对话，眸光猛地一沉，就连康嬷嬷也听出此人是谁了。李甜甜和李七宝继续大快朵颐，撑得直打饱嗝。甜甜，咋的了11哥？你不是想找三宝哥吗？机会来了。啊？李甜甜眨了眨眼，这是啥意思？卓萧然没做过多解释，直接把袁静叫进来，将自己的令牌交给他，然后轻语几句。袁静应了一声，转身出去了。片刻后，一名体型健硕、面容略显苍老的男子快步而来。他没敢走进包厢，而是站在门口行了一礼。末将拜见卓公子。进来。当他看到坐在椅子上的奶团子后，眼里闪过一抹惊讶。这是谁家的小娃娃？长得好精致啊，粉雕玉琢，软糯糯的，特别是他那双清澈灵动的眸子，似乎跟某个人有些像。再看奶团子身边的，同样是俊秀明朗，一身书生气。刘耀成千想万想也猜不出这2个孩子是农家出身，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气质，比许多京中名门家的子弟还要金贵。刘大将军，别来无恙啊！卓萧然打了声招呼，刘耀成忙拱手致意。卓公子为何会在这里？这是偶然碰见的，还是殿下有意监视他？哼，刘将军，我也很好奇，你为何会在南守郡啊？末将是来寻人的。哦，甜甜，这位便是晋北大将军刘耀成，你三哥就在他的麾下参军。刘大将军好。脆生生的小奶音钻进刘耀成的耳朵，让他瞬间喜欢上了这个小姑娘。不为别的，刘耀成娶妻这么多年，膝下居然无一儿半女。无奈下，他又纳了一房妾室，同样是一无所出。人到中年，马上快要步入老年阶段，却没有血脉延续香火，这让刘耀成倍感烦恼。所以每每看到别人家的孩子，他心里就格外稀罕。好。刘耀成笑容满面。小姑娘，你三哥叫什么名字呀？他叫李三宝，之前在你们将军府打杂。李三宝？好像没这个人呀。不可能啊，他3年前就去将军府干活了，后来听说被派往北疆，去抗击北夏蛮人了。刘耀成正了正神，还是没有印象。他麾下有30多万大军，不可能记住每一个人的名字。刘副官，你进来一下。将军。他叫刘匡业，是刘耀成的副官和军师，亦是将军府的管家，很有才华和谋略。咱们将军府之前有过一个叫李三宝的人吗？有的，不过他不住在将军府，刚来参军时他就驻扎在京城郊外的营地中，2年前才去北疆的。这么说，我三哥哥他一早就参军啦？李甜甜好奇，他压根儿就没去将军府打杂。是啊，我没记错的话，3年前他就参军了，因为表现良好，还当上了骑尉呢。骑尉这个军职虽然不大，但在军中还是有一定威信的，主要负责训练骑兵射箭、砍杀和冲锋等事宜。
那我三哥哥他现在还好吗？这个在下也不清楚。北疆之地凶险异常，官兵将士常年要跟北夏蛮人对抗，在那里驻守的士兵鲜少有活着回来的。就算回来了，也是缺胳膊少腿的残破之躯了。虽然他确信三哥哥还活着，但如果把这件事告诉爹娘，他们依然无法接受。卓萧然淡淡道：刘将军，那麻烦你派人给李三宝带句话，让他抽空回家看看，就算是回不来，也要写封书信报个平安。是，末将一定办到。刘耀成拱了拱手，其实卓萧然也没想到他会在这里碰到刘将军。传言刘将军当年可是个宠妹狂魔，把自己唯一的妹妹都快宠到天上去了。但好景不长，老将军和老夫人过世后，刘耀成便承担起保卫国家的重任，常常几年都不回将军府。而老将军的遗孀们又是飞扬跋扈、极其刁钻的主，时间久了，他妹妹在府中便失去了地位，遭人排挤、欺凌、谩骂、殴打，甚至把烧红的烙铁往他后背上摁。年少的将军府小姐走投无路，只好离开家门，出外流浪去了。不走就只能等死。待刘耀成回到京中，听说此事后，二话不说就杀了所有欺负他妹妹的人，并派出手下精锐满世界寻找妹妹。然而他找了这么多年，妹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，至今杳无音信。心灰意冷的刘耀成只好来到他和妹妹曾经去过的地方，缅怀岁月。刘将军，还没有打听到你妹妹的消息吗？刘耀成摇摇头，一脸颓然。还没。北疆战事吃紧，刘将军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前线上。末将知道了。又跟李甜甜和李七宝等人聊了两句，刘耀成便告辞了。临走前，李甜甜留下了杏花村的地址，邀请大将军随时可以去家中做客。他这对老夫有说有笑的，背对着刘耀成，看似很恩爱的样子。将军，您看他们做什么？那个妇人的背影很像我妹妹。真是魔怔了，大将军现在不管看谁都觉得像他妹妹。将军呐，天色不早了，咱们还是回客栈休息去吧。好。哎，老婆子，咋的了？刘淑贤纳闷，我咋觉得有人盯着我呢？啊？哪个臭不要脸的盯着我媳妇儿看呢？哎呀，你快别咋呼了。这南守郡有3大特产：头巾、蚕蛹和茶叶。老头子，你瞧这头巾的做工和布料都是顶好的，咱给闺女儿多买几条吧。啊，行，老婆子看着买。给闺女买了几条头巾。老婆子，这天都快黑了，闺女应该回去了吧？小11心里有数。一行人在南守郡只住了1宿，次日清晨便打算回家了。临走前严厉叮嘱：你如果不好好念书啊，就趁早下来跟我种地去。既然是张院长的关门弟子了，做事啊就有点眼力劲儿，给他倒个尿壶，捶个背，做做饭。哎呀，爹啊，张院长有专人伺候他，犯不上我去献殷勤啊。要不咋说你是榆木脑袋呢？我身上的优点呢，你是一样也没占。爹爹，七哥哥每天的任务就是读书，其他事情都不重要。既然张院长已经收他做弟子了，就肯定会把自己的所学用心教授给他，能学到多少，全靠七哥哥的领悟了。行，那就这么着，我们走了。你一个人在外面念书不容易，身上有点钱，遇到啥急事了，总不至于抓瞎呀。与此同时，杏花村，只见老李家大门外聚集着一大群村民来老李家寻药。李大宝和李二宝堵在门口，不让村民们进去。
高宝莲也抻着脖子大声叫嚣：“赵葵花，你这忘恩负义的狼崽子！你妹妹都快烧死了，你连个面都不露，你还是人吗？”我们家也没有药了，你们若想看病，就抓紧去县城的医馆找郎中吧。哼，李老二，我跟你说不着，你把你媳妇儿叫出来，我有话跟她说。我媳妇儿忙着呢，没空见你，哪儿凉快就去哪儿待着，别来讨人嫌。哼，咋的？我是葵花的亲娘，我见见我闺女都不行了。再者说了，她妹妹春燕这眼瞅着就要病死了，葵花难道看都不看一眼吗？别烂在我家大门口。赵葵花忽然走过来：“赵葵花，你总算是出来了，你还有脸见我这个娘啊？啊！你看看，你妹妹春燕这都变成啥样了？你倒好，居然不给我们开门！你行了，别絮叨了，我又不是来看你的。大哥、大嫂，眼下爹娘和甜甜都不在家，他们堵在这里，算咋回事儿啊？实在不行，就把家里的药片给他们分分吧。葵花，你咋那么好心呢？是留给一和二和他们吃的。眼下几个孩子没高烧，吃了也没啥用，可一旦他们也染上病，没有药吃，可咋整呀？他们想守着，就让他们守吧。大哥，咱不能这样。我咋样了？村里人不管有啥过节，吵吵闹闹也好，打打杀杀也罢，但孩子终究是无辜的。赵葵花急得不行：“你没瞧见高粱吗？那小脸烧得通红通红的，比炉膛还热呢。再这样下去，他肯定就没命了。救命要紧啊！”大哥，我觉得葵花说的有道理。你没发现吗？咱们村里的孩子几乎都染病了，就一和二和小岭他们啥事儿都没有，活蹦乱跳的，包括咱几个大人连喷嚏都没打，更没有头疼脑热的症状。这能说明啥？说明咱家有妹妹的福气罩着，万一找不到咱头上来，所以留着那些白药片也没用。对，而且算算时间，田宝宝也快回来了，咱们不妨把药片发下去，虽然不多，但能救一个是一个呀。我事先说好哈，这药不一定管用，而且只剩下6粒了，你们吃了如果没效果，可别找我磨叨啊。你们家的药啊，就没有不管用的。大宝啊，先给我1粒吧，我家双双都烧晕过去了。媳妇儿，我看其他瓶子里也装着不少白药片呢，实在不行就都拿出来分给他们吧。哎呀，你疯了！那些药不是管退烧止咳的，如果乱吃把人毒死了咋办呢？一旦乱吃会引发很严重的后果。不是，李大宝啊，你给的药咋不好使呢？我家双双还是烧得厉害呀，一点也没退烧。没退烧就抱回家。你这咋说话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我闺女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。瞧瞧，啥叫翻脸不认人？这便是了。你搁那儿乌拉啥呢？人家大宝都说了，这药不一定管用，你耳朵里塞棉花了是咋的？李老大，你给我吃的是不是毒药啊？都给我滚，不然老子削死你们！滚！不能呀，之前红红吃了白药片，没到半刻钟的时间就醒了，他们为啥就更严重了呢？他总感觉哪里不对，好像中间落掉一个环节。哎，会不会是药片失效了呀？我之前听田宝宝说，这种药片如果存放时间长了就没有药效了。我也不清楚啊。恰在这时，一辆马车急匆匆地赶了过来。村民中是有不少人见过冯县令的。令老爷呀，我家孩子都快烧成炭了，求求你帮帮他吧。行了，本县令知道是啥情况了，你们都回家等着，过会儿啊，我让六宝去给你们看病。县城医疗资源奇缺，仅有的几名大夫都被分到了各个地方治病去了。李六宝作为医者，也被冯县令派回到自己村子。
县令大人呐，我要告老李家。刚才他们家给我闺女吃了1粒白药片，哪知道吃过之后，我们家春燕呐烧得更严重了。老李家故意，你快把他们抓起来，一个都别放过呀！高宝莲，你少放屁！刚才是谁死乞白赖找我讨药片吃？你吃了不认账，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县令大人，你听听，他故意杀人还有理了。停，别叭叭了。本县令没记错的话，你家男人和女婿是偷盗才被抓起来的吧？这是两码事儿。什么两码事儿啊？你们家呀，蛇鼠一窝，就没一个好东西。李大宝好心好意给你药片吃，你却恩将仇报，反咬一口，你连那畜生都不如啊！县令大人，哎，你这叫啥话呀？这当官的不为老百姓做主，你只向着他们一家。泼妇，在瘟灾面前，本县令不向着任何人。还有，我配不配当县令，不是你一个人说的算的。识相的话，就把嘴给我夹住。再敢胡说一句，就别怪本县令翻脸无情，把他扔回自己家去吧。是。大伙儿听好了，你们先各回各家，等会儿六宝会去给你们看病的。正堂内，谁也没想到瘟灾这么严重啊！几天的时间就在10里8村传开了。大宝啊，你爹你娘呢？他们去南守郡了。哎呀，这个节骨眼儿还往出跑，可得加点小心呐。那田宝宝也不在家吗？我妹妹也去了。哎呀，那可完了。没有田宝宝啊，估计这瘟灾是治不好了。他这次过来就是找田宝宝帮忙的。就那么不好治吗？前几日沈知府还给我下达指示，让我无论如何也要控制好灾情，确保老百姓的生命安全。可你也知道，县城总共就那么几家医馆，所有大夫都被我征调来了，派往各个村子看病救人。可即便这样，人也不够用啊。冯县令说的对，县城药品紧缺，我多留个心眼儿，才带出1箱子草药来。那可以从外地进药材啊。出了这种事儿啊，各个地区的官员都是自扫门前雪，躲在家里躲瘟灾去了。药材这么珍贵，他们为啥要送给咱们呢？六宝啊，你快别闲着了，抓紧去村里各家各户走走看看。好嘞。哎呀，田宝宝要是在家就好了。李六宝率先来到魏老蔫家，见魏大花平躺在炕上。六宝，我闺女咋样了？魏大叔，你闺女这是喜脉呀。什么？喜脉？六宝，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！你再好好摸摸，大花还没成亲，怎么可能怀孕呢？魏大叔，我不会摸错的，你闺女的确是怀孕了，月子不长，得好好养养身体。哎呀，咋会这样呢？张宝根儿，你这个龟孙子，老子非剁了你不可！李老六，你才学几天医呀，就会给人摸脉了？婶子若是不信，可以请别的大夫过来看看。你闺女的退烧药我已经留下了，先告辞了。李老六，你不能走啊！我闺女现在烧得厉害，你不把她治好了，哪儿都不准去。干啥玩意儿？六宝把草药都留下了，你拽着人家不放干啥？难道自己连汤药都不会煎了？他说咱闺女怀孕了，这明显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搁那儿瞎造谣。哼，六宝犯得上造谣吗？这对他有啥好处？还不是你闺女太能浪，非得出去。好好一个姑娘家，愣让张宝根给搞怀孕了，这能怪谁呀？他爹，你说啥呢？陈月莲瞪大眼睛，大花也是你的闺女啊，你不心疼吗？
心疼能有啥招？净说些没用的屁话。哎，六宝啊，你快去给别人看病吧。大花若能挺过去，就算他命大；如果没挺住，那就让他死了算了，不招人可怜的东西。好，有啥症状记得来找我，我先走了。李六宝刚走不久，魏老蔫儿就一路来到张村长家，就见张宝根躺在炕上，张村长和江桂花守在一旁，满面愁容。不是，大花爹，你这是干啥？我闺女怀孕了，就是你儿子干的，今天我非把她阉了不可。啥？你家大花怀孕了？哼，六宝刚刚给她摸的脉，错不了。魏老蔫儿怒火冲天。打小我就看出你们家宝根不是啥好鸟，没想到却祸害到我魏老蔫儿头上来了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！你把他叫起来，我要当面问清楚。哎呀，大花爹，你自己瞅瞅，宝根也染上瘟疫了，他咋跟你说清楚啊？报应！呸！恶心人的东西！老天爷咋不嘎巴一下闷死他呢？若是放在往常，张村长听了这话，一准得急眼。可如今他们不占理，就算魏老蔫儿骂出花来，他也得忍着。谁让他养了一个不着四六的儿子呢？那我家大花咋办？这大花爹，江桂花急得不行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家正好抓了2头猪，现在养得白胖白胖的，要不你直接牵走吧。我呸！我是那种为了钱财就不顾闺女名声的人吗？别说2头猪了，就是100头、1000头，老子也不稀罕。大花爹，张村长放下烟袋锅。既然事情已经出了，那你想咋办嘛？让你家宝根把我闺女娶了。行，娶。他一辈子也没干过啥绝户事，可这儿子总惹是生非。今天如果他不答应这门亲事，日后就得被村子里戳脊梁骨。那能不能给我孙子一口水喝呀？他嘴唇都干巴了。好，我去舀1碗来。赵葵花忙去厨房，舀了碗清冽透凉的水过来。缸里的水都是从水塘里打上来的，味道甘甜，清澈可口。最早发现水好喝的，当属李六宝了。天天拿着水瓢去喝水，时间久了，他的傻病都治好了。他要等会儿才能煎好，你先让孩子喝口水润润喉吧。瞧瞧他，也就6、7岁的年纪，肯定不好受。谢谢夫人了。哎呀，啥夫人啊？赵葵花被说的都不好意思了。你背着孙子跑了那么远的路，可见是真心疼孩子。老汉点点头，把碗里的水一点点喂给孩子喝。当灵泉水顺着口腔流入肺腑之后，瞬间便把体内的毒火给浇灭了，那效果简直是立竿见影，可比喝汤药快多了。爷爷，这是哪里呀？哎呀，冬儿啊，你可算是醒了，爷爷都快吓死了。夫人啊，你们家的水比灵丹妙药都好使啊！快感谢夫人的救命之恩。谢谢夫人救我的命。什么情况？这孩子连汤药都没喝，命咋就好了呢？难道是家里的水起作用了？你们不用这样，快点起来。给，拿好，回去路上喝。太感谢您了。老汉眼里含泪，拉着孙子又感谢一番，这才乐呵呵地离开。正堂内，大哥大嫂，你们2个快过来，我发现一件事，咱家的水能治病。赵葵花一脸肯定，她终于知道
家里的小子们为啥不生病了？原来是缸里的水起作用了。哎呦，葵花，你说啥呢？我头一回听说水还能治病的。哎呀，是真的，你咋不信呢？小六以前疯疯癫癫的，爹娘给他求了多少副药都不管用，可自打生了田宝宝后，家里的水就变味儿了，小六也愿意喝了。你的意思是小六的傻病是喝水喝好的？李大宝惊讶。对呗，刚才门外的那个老汉，他孙子眼看就要死过去了，我给他送了碗水，那孩子喝完就好了。我记得田宝宝以前说过，就算是村子里的井枯竭了，咱家的水塘也不会枯死的。而且他还不让家里人去井里打水，只喝自家水塘的水就好了。怪不得一和二和他们没生病，哈哈，妹妹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田宝宝回来了。哎呦，甜甜，哎呀，你咋瘦了呢？快让大嫂抱抱。大嫂，我每天吃的可多了，一点儿也没瘦。有没有想大嫂啊？想啦。那想大哥了没？也想啦。家里的人没啥事儿吧？爹，没事儿，一和他们好着呢。爹，咱家的大酱啊，我一天搅和3遍，保证坏不了。爹娘，小七那边没啥事儿吧？他真的作弊了吗？作啥弊呀？你七弟有出息了，现在已经是张院长的关门弟子了。院长天天单独教他念书，待遇比别的学生好多了。啊，那这是好事呀。我打小就能看出来，咱家小七将来肯定有出息。二嫂，你这几天是不是运动过量了？二嫂，你可千万不能再剧烈运动了。平时下炕溜达溜达倒没啥，可一旦身体产生疲劳感了，就得立刻休息。等孩子生下来，你咋撒欢都没人管。还是田宝宝最贴心了。你六哥虽然也是大夫，但这种事儿我不好意思找他看。大夫都是一样的，不分男女。况且六哥也是自家人，二嫂何必？话还没说完，院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喊叫声。家里有人没？魏老蔫儿站在门外喊道：哟，大花爹来了，快进来。哎，不进去了，你家甜甜回来了吧？我想让她帮大花看看病。你等等啊，我去把闺女叫过来。六宝啊，跟你妹妹一起去老蔫叔家一趟。知道了，爹。片刻后，李六宝领着妹妹溜溜达达的来到魏老蔫家。李甜甜这才帮魏大花摸了摸脉，就是普通的病毒感染，没啥太大问题。田宝宝，我家大花还有救吗？没事的，扎一针就好了。还有啊，你闺女怀孕了，扎针用的东西，老蔫说你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灵泉水和消炎药注入到体内，效果自不必说，立竿见影。爹，我哎呀，你说说，你跟那个张宝根到底咋回事啊？爹，我俩啥事都没有。六哥哥，咱去别人家看看吧。好，我听说有望哥也病得很厉害，咱去他家瞅瞅。哎，六宝，你不能走。还有事儿？你不要我可以，但是肚子里的孩子，你不能撒手不管吧？啥样？喂，大花，你搁那儿胡说八道啥呢？你肚子里的孩子跟我有啥关系？李甜甜吁了口气，事情还真是往他预想的方向发展了。六宝，你是男人，你自己干过的事儿哪能不承认呢？大花，不许胡说！六宝为人光明磊落，又要跟县令家的千金成亲了，
他怎会跟你？爹，你咋就不信呢？之前村里闹皮肤病的时候，六宝来给咱家送药膏，正好看到我洗澡了。他色心大起，别跟我花言巧语，这一来二去，我就从了他了。喂，大花，我啥时候看见你洗澡了？你能不能别睁着眼睛说瞎话呀？是啊，大花姐，咱们村子这么缺水，有时连做饭的水都不够。你就算想洗澡，老聂叔也不会让你洗的。况且村里有明文规定，每家每户一天只准打2桶水。你是攒了多长时间才能攒够1大桶洗澡水呢？对呀，大花，你啥时候在家洗澡了？咱家那水缸全天都不是满的。你……他爹！陈月莲忽然走过来，咱闺女洗没洗澡，我最清楚。她呀，平时就有攒水的习惯，那后院大缸里的水都是她偷摸攒下来的。魏大花听到这些，慌乱的心总算安稳下来，还是娘最懂她了。哼，六宝啊，男人就该敢做敢当，不能做负心汉呐。你跟大花好歹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如今你把他糟践了，你哪能翻脸不认账呢？娘会给你做主的。婶子，你给他做什么主？哼，我六哥身正不怕影子斜，这孩子哪怕不生下来，我也有的是办法证明不是我六哥的。你以为大花姐跟张宝根在私下里干的那些勾当，我不知道吗？哎，你这娃娃咋说话呢？你们老李家就别赖账。我没想赖账啊，我六哥没做就是没做。你们若想栽赃陷害，恐怕是找错人了。如果这孩子真是我六哥的，测出来的数值也应该一样。哎呀，田宝宝，你何必这么认真呢？哼，不认真点能行吗？你这都快骑到我六哥哥的脖梗上拉屎了。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以后我六哥还怎么做人？哎，是啊，人家马上都快成亲了，这事儿谁也别再提了，影响不好。老聂叔，并非影响不好，这可是关系到我六哥名声的大事，不追查清楚，将来我六哥被人戳脊梁骨怎么办？是，我知道这孩子不是六宝的，还舔着脸往六宝头上扣屎盆子，咱们老魏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六哥哥，咱们走吧。哎，好。魏大花病好的消息在村里很快就传开了。卓宅，小主子，老李家熬大碴粥了，您不去喝2碗呐？我是没喝过那东西吗？那倒不是，关键是小主子自打从南守郡回来就没好好吃过饭，我怕您……清水县一带遭了瘟疫，百姓饿殍遍野，民不聊生，我还吃喝喝。那也不能不吃饭呐，这种瘟病啊太恨人了，也只有田宝宝才能治好。您瞧杏花村的村民，自从打了什么针后啊，一个个生龙活虎的，这全是田宝宝的功劳呀。小主子，您干嘛去啊？去老李家。看来某个奶团子真的能旺全村呢，但自己村子的人没事了，也得照顾一下外村的村民吧。他想让奶团子的福气把整个清水县都笼罩住。11个，你来啦！你倒是会享受。有个事情我想要麻烦你。什么事啊？你能不能帮其他的村民也看看病啊？除了杏花村之外，这清水县周围数十个村子也都遭了瘟灾。汤药是喝了不少，可是效果微乎其微。眼下只有你能救他们了。可以是可以呀，那我会很累的。这一次想要多少啊？ 11个，你好肤浅啊！
我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吗？一锭银元宝就够了。卓湘然无语。哼，这个小财迷啊！但只要能保住百姓们的命，别说一锭银元宝，就是100锭，他也愿意给。事成之后还有重赏。姿势体大，他得写封书信送进宫中，详细阐明清水县一带发生的事情，然后给奶团子邀功请赏，不能让他默默地做贡献。真的？那就谢谢11哥啦。然而不等卓萧然提笔写信呢，次日上午宫中就来信了。小主子，宫里送来的。花生很美味，朕甚是喜欢，抽空再寄过来一些。哦，别忘了给黎家银钱，替朕好好感谢他们。原来父皇也喜欢吃花生啊。小主子，田宝宝种出来的花生简直是人间美味呀！而且整个大梁国独此一份，有钱都买不到。那倒是。老李家，李万全一回来就开始张罗六宝的亲事。老大媳妇说的对，甭管有没有钱，一家人凑到一起过日子，乐乐呵呵的比啥都强。李六宝这几日特别忙，连自己的亲事也顾不过来了。眼瞅日期逼近，哎呀，马上要做新郎官的人了，瞧瞧你造的跟灰驴子似的。爹，我得去看病救人呀。看病重要，成亲就不重要了。听我的，跟春云成亲之前哪儿都不准去，赶紧洗澡去。大娘，有件事情我想拜托您一下。啥事儿啊？我想借甜甜用几天，10天之后保证全心全意的还给你。啥？借？刘淑贤不太理解这个字的意思。小11，你要借我闺女干啥用啊？想让她去别的村子给人治病。哎呦，那恐怕不行呀，我闺女才3岁，经不起那么折腾呀。再说了，就算我答应了，你大伯他们也不会同意的。我一定会保护好甜甜的，您放心。闺女啊，你想去吗？娘亲，我可以去试试看。小11，实在不行就让外村病重的患者来我们家看病行不行呀？刘淑贤不放心。大娘，那样太麻烦了，有的病人根本就下不来炕，有的还处在重度昏迷状态，只有让甜甜挨家挨户去看病，才能起到看病救人的效果。正想说什么时，大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吵闹声。哎，这就是老李家吧？把门打开，我们要见李甜甜，咱们必须讨个说法出来。什么情况？来找我的？爹娘，咱先把门打开，看看是啥情况呀。哎，你们找谁呀？你就是李甜甜的爹吧？我跟你说不着。李甜甜呢？把她给我叫出来。哎，干啥玩意儿？这里是我家，你还想私闯民宅呀？我呸！你们家就是窝妖精，就算8抬大轿来请我，我都不稀罕来。我闺女就是个普通丫头，你再敢胡说，老子就割了你的舌头。哎呦，你割呀，来，使劲割。沈大歪、王道香和程员外等人站在不远处，乐得眼泪都快冒出来了。没错，这些村民就是他们找来的。等解决完眼前的事情，李甜甜再想办法收拾他们。你别以为我不敢割，这老李家也是乡下种地的，却住这么好的房子，家里又有马车又有水塘的，这生活呀，过得比皇上都自在。你们没瞧吗？不只是老李家，这整个杏花村的人都跟着那小妖精沾光啊，苞米都快拍棒子了。可咱们村子连苗苗都没长出来呀，这也太不公平了吧！干啥玩意儿？都给我消停点！天遭大旱，谁家的日子好过呀？哼，你们家呗，
有砖瓦房住，有大马车坐，还有水喝，这样的日子我求都求不来呢。李完全无语，卓萧然眼见形势失控，忙把袁静叫过来，他们堵在李家大门口，任何人都不得靠近。李二宝吓了一跳，惊讶道：爹娘，这些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11哥回村子的时候，就是这些人护送的。平时之所以没露面，应该是在暗中保护11哥的安全吧。好嘛，难怪你们家这么猖狂，原来还养了这么多打手啊！老李家这边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很快便把张村长等人吸引过来。咋回事？这不是马粪屯的刘村长吗？你干啥来了？哎呀，姓张的，你自己瞅瞅，你们村子里都是些什么人呐？一言不合就动手打人，还有没有点王法了？打你也活该！你们不在自己村子好好待着，跑到我们杏花村来闹腾啥？我们是来讨说法的。老李家养了个小妖怪，搞得我们村子颗粒无收，这还让不让人活了？今天我们说啥也要把那个小妖怪带走，谁拦着都没用。你动一下我闺女试试，谁敢踏进我家院子一步，谁也不惯着，我就是敢。哼，不把这妖精除了呀，大伙没好。刘村长，你今天来找我闺女儿就为这事儿？哼，不然嘞？什么？你可知道我闺女正打算去给村民们治病呢？你们可倒好，直接跑到我们家来撒泼，又是骂我闺女是妖怪，又是阴阳怪气的。也不知你们听了哪个王八蛋的谗言，居然啥话都信。往后我也不知道你家闺女会看病啊。废话，你随便打听打听，我们村子里的人谁没找田宝宝看过病？可是为啥你们村总下雨，庄稼地长得那么好，我们屯子就旱得直冒烟啊？这跟甜甜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往年我们村子也是颗粒无收，就今年老天爷才开眼，淅淅沥沥下了几场雨。但是这跟甜甜有啥关系？她一个3岁的小娃娃，是能召唤雨水，还是能帮庄稼发芽呀？正因为她福气太旺，才让我们村子跟着遭殃的。我闺女就算有福气，那也会给大伙带来好运。你再胡搅蛮缠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卓萧然也失去了耐心，打算让袁静把这些人赶出村子。道歉，给我闺女诚诚恳恳的道歉，不然你今天就别想走出杏花村。甜甜，刘叔叔错了，刘叔叔给你磕头了。刘村长，你不用这样。厉甜甜虚扶一把，正色道：你只需告诉我们，是谁跑到你们村子说我是小妖怪的？刘村长一听，在人群中扫了一眼，最后把目光落在沈大歪和程员外身上。就是他们两个。这两个家伙说杏花村老李家养了个小妖怪，把10里8乡的好运都吸走了，包括这次瘟疫也是李甜甜带来的。我们听信了谣言，就沈大歪、程员外，你们两个做这种缺德事儿，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吗？大宝、二宝，去把他们两个摁住，捆起来。是。李大宝和李二宝撸起袖子就冲了过去，沈大歪吓得双腿发颤，掉头就往家跑。往后对甜甜都给我恭敬点，管好自己的嘴，人家可是神医转世。是，刘村长放心，等这茬瘟疫过去啊，大伙儿就给甜甜修座庙，天天去上香。李甜甜一愣，她还真成神仙了。好啦，我给你们看病就是了。经过加紧救治，10里8乡的瘟灾总算是控制住了。李甜甜的任务就是摸脉打针，不算太累，就是太费腿了，每天都要走很多的路。卓萧然一直陪在她身边，直到最后一名患者康复后，这才带着她回到杏花村。小主子，您在写什么？
袁静见小主子自打回来后就开始奋笔疾书，便上前问道。卓萧然淡淡一笑：甜甜帮十里八村消除了瘟疫，医术了得，妙手回春，功不可没。我要给宫中写信，替他邀上一功。如此功劳可不是几两银钱就能打发的，若没有田宝宝，瘟疫几乎可以夺去所有人的生命，包括他的。到那时，朝廷就算下拨巨额救灾钱款，也无济于事了。是该让甜甜享受一些待遇了。就杏花村来说，大旱3年，如果没有雨水的滋润，庄稼肯定长不出来，这不也是甜甜的功劳吗？袁静笑着道，就算老李家否认，他们也知道杏花村的每一场雨都是李甜甜用福气招来的。卓萧然了一声，写完书信交给袁静，立刻派人送进宫中，不得延误。是。瘟疫没了，村县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，一晃就到了李六宝和冯春云成亲这日。甜甜，你六哥成亲了，你高兴不？高兴。那你啥时候成亲呀？我不成亲。前世他孑然一身，没有亲人，如今重活一回，他只想陪在爹娘身边一辈子。哎呦，不成亲哪能行呀？姑娘长大了都是要嫁人的。那就让我去当尼姑吧，这样就可以不嫁人啦。这孩子小小年纪就这么想不开，居然要去当尼姑。哎呀呀呀呀！谁能想到以前疯疯傻傻的六宝，居然把县令家的闺女给娶回来了？这老李家祖坟是冒青烟了。嗨，冒什么青烟呢？这明明就是田宝宝的福气太旺，将来呀，这老李家没准还能出个状元和皇后呢。哟，这话说的可太夸张了。他们家都是小子，谁去当皇后娘娘呀？当然是田宝宝了，这天底下最尊贵的女人就是皇后了。我觉得田宝宝很配。李甜甜则是背着小手来到水塘前，四下观察一番。小姑姑，你在水塘边干啥呀？外面热，快点进屋去吧。大侄子，我想养鱼，养很多很多鱼。啊？可是咱家水塘这么小，也养不了几条鱼啊。闺女啊，这个大土坑。爹爹，娘亲，这是我跟大侄子挖的坑，打算用来养鱼的。闺女儿，这么大的坑，你想养多少鱼呀？当然是越多越好啦。以后咱家吃鱼就不用花钱买了，嘴馋了来这里捞鱼就可以了。你呀，真是个小福将。哎，闺女啊，咱家没有鱼苗啊，县城恐怕也没有卖的，这可咋办呢？咱家的鱼塘不用往里撒鱼苗，自己就能长出来。哼！爹爹，我说的真的。可是，放心吧，都会有的。以后他不仅让家里吃饱饭，还要过上有品质、有温度的生活。闺女啊，咱家呀现在已经很好了，你就开开心心的玩，不用啥事儿啊都顾着我们。再说了，你大哥二哥他们有胳膊有腿的，自己就能养活自己，啥事儿都指望你呀，会把他们给惯坏的。越惯越懒，以后还怎么自食其力？是啊，妹妹，你如果想吃鱼了，大哥就骑着马去外地给你买几条回来。爷爷阿奶，小姑姑，这水里面有鱼哎！啥？这么快就出鱼了？爷爷是真的，您快看，游得老快了，噌的一下就没影了。啊，那里还有！阿奶，小姑姑，我以后坐在家里就能吃鱼肉了。咱闺女岂止是小福将啊，她就是小鱼神呐！老爹，鱼神是什么鬼啊？咱家的鱼啥也不用问，就让他们自由生长好啦。鱼自己蹦出来了。
卓宅。袁静统领，甜甜家是在闹腾啥呢？卓萧然坐在书房，听到老李家叫喳了一晚上，便把袁静叫过来询问。啊，小主子，你还不知道呢吧？老李家挖出鱼塘来了。鱼塘？他们家不是已经有水塘了吗？还挖鱼塘做甚呢？哎呀，小主子，水塘是喝水用的，鱼塘嘛，当然是用来养鱼的了。那他们撒上鱼苗了？没撒鱼苗，但人家已经捞上来一条大李子了。我听说他们明早打算包鱼肉馅饺子吃呢。是吗？包就包呗，我又不是没吃过。袁静统领，属下在。明早记得叫我一声。何事？我要去老李家帮忙包饺子。正堂内，呀，小11来了，大娘正想让小领去叫你呢。11哥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卓萧然点点头。大娘，我帮您包饺子。小11还会包饺子呢。行，过来，挨着大娘坐。好。1盒跟2盒都不小了，该把他们送去学堂了吧？娘的意思是要供2盒去念书吗？不读书能有啥出息呀？这几天让大宝或2宝抽时间去县城一趟，找郑院长说一说。行的话，就送2个孩子去念书。哎，知道了，娘。家里很重视孩子的读书问题，哪怕之前穷得揭不开锅了，刘淑贤也要求孩子们必须识字。正因为他教育的好，李七宝才爱上读书的。甜甜，跟2嫂去趟佛光寺呗。干啥去啊？赵葵花把偏方的事情告诉他。二嫂，这个你也信啊？明显是骗人的。哎呀，2嫂说是真的，你陪2嫂去一趟呗。好吧，我去就是了。行，我可告诉你，这大灰马脾气倔，一般人驾驭不了他。如果他撂蹶子了，你和妹妹就赶紧从车上跳下来。知道了。大灰马并非2宝说的那么暴躁，只要一看到小主人，他就乖顺得很，甚至不用赶车，他就能把2人拉到佛光寺去。葵花呀，你照顾好甜甜，早点回来啊。好。天气依旧炎热，田野上蒸腾一缕缕热气，仿佛被关进了一个大蒸笼中，才发现已经到佛光寺门外了。好荒凉啊！二嫂，这寺庙里有人吗？应该有吧。哎，好像有人睡觉呢。走，进去瞧瞧。这叫什么和尚啊？喝酒吃肉，对得起佛祖吗？来者何人？家里有人没啊？我来拿青菜。江管事站在大门口喊：大娘啊，你们家的青菜啊，真是越种越好了，个个都很新鲜，我们万掌柜赞不绝口呢。这老李家啥时候又弄一个鱼塘出来啊？杏花村旱成这样，这鱼塘里的水是从哪儿来的？你们万掌柜满意就好。刘淑贤笑了笑。啊，对了，我家4宝这段时间一直没回家，他在忙啥呢？啊，他跟我家掌柜去外地进货了。哦，这孩子出门也不跟家里人打声招呼。大娘，你们后院那个大水泡子是用来干啥的？养鱼的呀。鱼？大娘，那你们家的鱼养几斤重了？我买几条回去行不行？李甜甜听后笑眯眯道：杨大哥打算要买几条鱼啊？有多少就要多少，不嫌多。嘿嘿。我们家水塘里有成千上万条鱼，杨大哥确定都要？啥？
成千上万条鱼？是啊，白鲢、鲫鱼、鲤鱼、泥鳅，要多少就有多少。真的啊？甜甜，你带江大哥去后院瞅瞅呗。好吧。厉甜甜吁了口气，跟着江管事去后院了。江大哥，你看到了没？这些鱼够用吗？娘，昨天晚上水里只有零星几条小鱼，这咋突然出现这么多大鱼啊？赵葵花压低声音问道。刘淑贤比他冷静多了，淡淡道：甜甜不是说了吗？鱼儿长得快。那也忒快了吧，啥东西都没喂，一夜之间就长这么大个儿。哎呀，你小点声嚷嚷，有外人在呢。你家这鱼咋卖的呀？江大哥看着给哈，只要价格不低的太离谱，我都能接受的。所以说你的心理价位是多少啊？我们酒楼从外地买鱼啊，都是1斤10文钱。这样吧，我给你1斤20文钱，怎么样？哎，田宝宝，那你说多少钱才肯卖啊？100文钱1斤，不涨价。多少？田宝宝啊，不是我说啊，你这鱼卖的也太贵了。我们酒楼一盆酸菜鱼全都加工好，也才卖到100文钱呢。江大哥，这可是新鲜的活鱼啊，做出来的菜也更加鲜美可口，所以你们酒楼的酸菜鱼也该涨价了。涨不涨价也不是我说的算的。哎，田宝宝，你看咱们都是老相识了，你四哥跟我们万掌柜又是相好的，所以这鱼的价格能不能再便宜点啊？50文1斤，怎么样？江大哥，这鱼就算不卖给你，也有人抢着要。我是看在我四哥哥的面子上，他给你50文1斤的。这么说，你答应了？答应了。快找人捞鱼上秤吧。哎，好。田宝宝，给你钱哈，下次我再来买鱼哈。娘亲，钱。哎呀，闺女儿啊，这钱你自个儿留着，娘不要。娘亲让我保管，我肯定会把钱弄丢的。他知道家里要供大侄子和二侄子念书，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虽然家里每个月卖青菜也有可观的收入，但七哥哥在外地念书，吃喝拉撒、笔墨纸砚都得花钱，而且束修还贵得吓人。家里人口多，吃饭买衣裳、油盐酱醋等等都得花钱买，所以卖青菜挣的那些钱已经不太够用了。娘，你就把钱拿着吧，就当是帮甜甜攒嫁妆了。那娘就帮你保管了。江管事满载而归，拉货的大马车沉甸甸的。路过村口的时候，恰巧韩氏挎着竹筐走过来，见到鱼后，他直接愣住了。哎，这是哪来的鱼？买的呗，还能从天上掉下来？韩氏忙问：你在哪里买的鱼？哎呀，老李家，让开，走，早点回县城。这鱼啊，离开水塘就要翻白了。哎，马车缓缓驶了出去，只剩韩氏自个儿傻傻的发呆。老李家养鱼了。村子里的水井正好要干枯，老李家就开始养鱼，这让他不得不怀疑是老李家把井里的水都弄到自家养鱼去了。很快，韩氏便在村子里嚷嚷开了：大伙儿快去老李家看看吧，他们家居然偷摸养鱼，把咱们村子的水井都给吸干了。双双他娘啊，咋的啦？王稻香听到动静，连忙跑出家门。韩氏把前因后果讲了一遍，王稻香闻言直接跺了跺脚。好嘛，我就说这几天为啥井水断溜了，
原来是他们家捣的鬼啊！高宝莲也凑了过来。就是啊，就那个李甜甜，那就是妖精转世。要是不把她弄死，咱们村呐准没好。唉，哪能有啥招？韩氏叹息一声。三个妇人站在老李家大门口，议论了老半天。大侄子和二侄子要好好读书哦，争取跟你们七叔叔一样考个秀才回来。小姑姑，我一定好好读书。我不仅要考秀才，还要考状元郎，将来迎娶公主做驸马爷。哇，你这个志向有点飘了。小屁孩，毛还没长齐了就想娶公主啊？做梦去吧！老大，你马上去县城一趟，把六宝和八宝都叫回来。哼，李六宝，你开的药方明显不对呀。这位患者已经在我们医馆抓10多年的汤药了，吃下去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你贸然给人家换方子，万一吃坏了咋整？你负得了责任吗？之所以吃了10多年汤药还没好，就说明方子有问题啊。有什么问题啊？药方是吴掌柜亲自开的，药材是我亲手抓的，能有啥问题啊？六宝，咋回事？嘿，你这六弟啊，老有出息了，才来我们医馆没几天呢，就要给患者换方子了。哼，你错了，这几样药材虽然有缓解头痛的作用，但也只是缓解，不能根治。我加了荆芥和川芎，可以活血行气、祛风解表、通淤养气的功效。掌柜的，我当然知道了，就是不知加入荆芥和川芎后，会不会跟其他草药相克，对患者不利呀？患者还搁这儿站着呢，你们嚷嚷啥？回去慢火煎服，先吃一个疗程试试看，如果头疼的厉害，你再回来找我。老掌柜的，这药真的没啥问题吧？大娘，你尽管拿回去喝吧，出了事儿我负责。哦，明天记得早点来啊！隔壁煎饼铺子的赵掌柜染了风寒，你记得去给他摸摸脉。好，谢谢掌柜的。兄弟三人都上了马车，沿着大街往前走。忽然一道身影窜了出来，直接把马车拦住了。钱春芳，你干啥玩意儿？不想活了？没错，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李四宝的前妻钱春芳。我要见李老四！离都离了，你还想破镜重圆啊？李老四，他害死了我爹娘，我要把他千刀万剐了！啥？钱春芳，你别胡说啊！我四弟啥时候害死你爹娘了？就是他害死的。他要是不离开钱家，我爹我娘也不会接手杂货铺子。他们不接手，也就不会去外地进货，更不会被山贼给盯上。你的意思是，你爹娘是被山贼给……所以说，就是李老四害死我爹娘的。你们把他叫过来。他找到爹娘尸体时，都已经拼凑不齐了，死的别提有多惨了。不是，你讲不讲理啊？李大宝跳下马车，走到钱春芳面前。我四弟跟你都离了，你还能怪到他头上来？你这人咋这么歪呢？我咋歪了？谁让他喜新厌旧把我给休了的？如果他不离开钱家，那能出这档子事儿吗？你快闭嘴吧！你们家离了我四弟就得活活饿死是吧？再说了，那天灾人祸谁也避免不了，怪就怪你爹娘运气太差，进货都能碰到山贼。李老大，你放屁！大哥，你小心呀！疯了吗你？你叫啊！当街行凶，正好把捕快招过来，让你下大狱。
行，你回去告诉李老四，我日子过不高，他也别想好过。老李家，李万全两口子听说这件事后，皆是一脸感慨。其实啊，我觉得老钱那个人还挺不错的，能吃能喝，还愿意逗趣儿。哎，人这命啊，都是天注定的，说不定哪天呐就嗝屁了。生死无常，节哀吧。爹娘，那个钱春芳也太不讲理了，愣是说老四害死他爹娘的。你呀，以后让老四注意点儿，出门干啥的加点小心，兔子急了还咬人呢。行，知道了娘。卓宅，卓萧然站在窗前，抻着脖子朝老李家那边观望。小主子，来吃点葡萄吧，从外域运过来的，可甜了。你觉得甜，可是到了我的嘴里却如同嚼蜡，还不如老李家的花生米好吃呢。老李家在干什么呀？会和那么热闹？奴婢听说他们家捞到螃蟹和大虾了，大宝媳妇儿蒸了满满一大锅，这会儿应该熟了吧？螃蟹、大虾。卓萧然眸光一亮，表情变了变。他上次吃螃蟹还是在几年前的宫宴上，当然了，长这么大他一直也不知道螃蟹和大虾是什么滋味儿，据说相当美味。小主子，您若想吃，奴婢这就让袁剑统领去外地买些回来。拿过来。小主子不是不吃吗？我去送礼。正堂内，哎呀，小11呀，你来就来，咋又拿东西了呀？趁着新鲜，家里人留着吃。哇，我已经闻到肉香味儿了。11个，给你尝尝，有蟹黄哦。我还不饿，所以……那好吧，我留着自己吃。来，吃吧。谢谢大娘。小八啊，木匠铺那边咋样了？干得还顺心不？顺心老顺心了，王掌柜对我特别好，给的工钱也老多了。那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啊？不多不少，刚刚好。哼，臭小子，跟老子你还打马虎眼，不说拉倒。六宝啊，既然你跟春云成亲了，以后啊就多顾着他点儿，别跟以前似的10天半个月都不回家。爹，我现在医馆特别忙，我想在县城买一套宅子，让春云过去住。六宝，宅子我爹都准备好了，直接搬过去就行。是啥时候买的宅子？我咋不知道呢？你知不知道又能咋的？咱俩都成亲了，还计较这些干啥呀？爹娘，我想在县城买宅子。他能看出六哥的为难之处，若能帮一帮，六哥以后在冯县令面前也能抬起头来了。哎呦，闺女啊，你在县城买宅子干啥呀？爹打听过，在县城最破的房子一套下来也得100-200两银子的，换成2进或者3进带后花园的房子，那都要上千两银子，老贵了。才这么点钱，真便宜呀！闺女，都上千两银子了，还便宜呢。大伯、大娘，你们若是缺钱，我可以拿出来一些，给家里应急的。不用的，小11，你一个人在乡下生活不容易，方方面面都得用钱。大娘若真想买宅子，会自己想办法的。这里是李六宝家吗？只见2名男子个老太太怒气冲冲地站在大门外。这是咋的了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她不是下午到医馆抓药的那个老大娘吗？你还知道呀？吴东升咬牙切齿。之前我就说过，人家吃了我们医馆10多年的汤药，
不能随便换方子。可李六宝就是不听，现在好了吧？黄大娘喝了汤药，突然变成这样，你说咋办吧？李六宝没说什么，连忙上前掐住黄大娘的脉搏，仔细诊疗稍许。没什么问题啊，这是正常现象。什么正常现象？既然是正常现象，那我娘为啥昏迷不醒，全身冒虚汗？吴掌柜还口口声声说你是医馆里最好的大夫，如今我娘变成这样，你要负全责。我没说不负责任。这样，你先把患者抬进屋子，然后喂他喝点水，明日一早他就痊愈了。我呸！等明天早上，病人早都死透了。那你们想咋的呀？还想让我六弟给你们赔命啊？李六宝医术不精，把病人治坏了，你们还有理了呗？你娘，您怎么了？明明只是头疼病，如今却治成这个样子。李六宝，你真给我们无极医馆丢脸。等此事过去啊，你抓紧卷铺盖卷滚蛋吧。哼，纯粹一个庸医。我六哥哥不是庸医啊，这位老大娘冒虚汗是正常现象，她压根就没事儿。都快死过去了，还说没事儿？还有，你一个小黄毛丫头懂什么？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啊？去，一边待着去。在我们家，我闺女就是王法，她说这个老太太没事儿，那就没事儿，你们别想来讹人。现在该解决问题了吧？六宝，你来说说，这位患者到底是啥情况，还有没有救了？掌柜的，黄大娘真的没事儿，她现在应该多喝水，不然会被渴死的。这些年她之所以频繁头痛，是因为体内淤积太多的湿毒和热毒，换了我开的药方后，毒素便通过汗液的方式排出体外。这个过程起码要持续1天1夜，期间只有不断的补充水分，才能让它退烧退热，熬过这一宿，明天早上就好了。六哥哥这么说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是有点道理。真没想到，六宝竟然能想到这个层面，比他这个当了一辈子的老大夫可强太多了。其实李六宝除了有天赋外，平日里妹妹也帮他指导了很多，甚至还送他几本这个年代没有的高级医书，buff 都叠满了。他现在的水平，连宫中的太医都自惭形秽。哥，你竟然向着李六宝说话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你少说2句吧。天天除了给我惹麻烦，就是吃喝嫖赌。你要是跟六宝多学习学习，今儿个咱们也不会丢这么大的脸。这病人可还昏迷着呢，要真像李六宝所说的，他明天早上就能痊愈，那我就跪在李六宝面前管他叫爹。说什么混账话？滚回家去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！我不回去，我就等一宿，看看黄大娘能不能挺过去。起来！卓萧然皱紧眉头。掌柜的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家六宝医术嘎嘎的。这我知道，他就怕我那个不争气的弟弟胡闹，我这家医馆啊，早晚得毁在他手里头。人如果能救活，他还闹腾啥呀？你放心，这里是我家，他不敢放肆。吴东升在大门口蹲了一宿。你自己进去看看吧。怎么可能活过来呢？只见黄大娘盘腿坐在炕上。不是，黄大娘，您咋没死呢？吴东升不解。瞎说啥？你盼着我死啊？娘，算了，咱犯不上跟他这种小人计较。是啊，娘大难不死，还把头疼病治好了，咱得好好去感谢李大夫呀。哥哥，你身上带了多少钱？都拿出来。就200文钱，有点少吧？我这儿还有300文，正好凑够半两银子，就都送给李大夫吧。
如今像李六宝这种医术精湛、为人亲和的大夫已经不多了。好，李神医，感谢您的救命之恩啊！老夫给您磕头了。哎呦，这可使不得，黄大娘，您是长辈，哪能给我磕头呢？李神医，这500文钱，您收好。我们家2个儿子为了给我看病，这些年早就掏空了家底儿，没有太多钱孝敬您，所以，黄大娘，您这是做什么？这钱我不能收，您已经付过我这汤药钱了。是呀，这位大姐，我家六宝是大夫，看病救人是他的责任，您不必多给他钱。收起来吧，李大夫医者仁心，不会要咱们钱的。好。恰在这时，李大宝揪着吴东升走了进来。来，马上给我6弟道歉。不是，你咋还当真了呢？我昨天就是随口说一句，跟六宝闹着玩呢。谁跟你闹着玩？老子可没那功夫。赶紧道歉，不然老子就把你牙拔下来。大哥，算了吧，我可受不起他这份大礼。李六宝冷哼一声，哼，不行，这小子昨天还辱骂咱妹妹了，不能就这么放了他。李大宝一脸严肃，李甜甜倒是觉得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以后他还敢跟六哥嘚瑟。吴东升绝望极了，只好跪在李六宝面前，正要开口叫爹，便被李六宝拦住了。不必这样，请起吧。老吴掌柜见六宝这般仁义，心里对他愈发欣赏了。见患者情况已经稳定，吴掌柜便带着吴东升和李六宝回医馆去了。他们刚走不久，张村长便匆匆来到老李家。大宝爹，不好了！张村长满面愁容。水井干了，那就抓紧再打一口井呗。村长来找我干啥呀？你说我找你干啥？张村长横了他一眼。放眼整个杏花村，就你家有水，我不找你找谁呀？听说你家还挖了个鱼塘，连大李子都养出来了，村里干得直冒烟，你就不怕遭人记恨呀？开玩笑嘛，我们家有水还有错了呗？再说了，又不是我让村子里的水井干的，自从家里有了水塘啊，我们就没在井里打过1桶水，他们有啥好巴巴的？话虽是这么说，但大伙儿毕竟在一个村住着，你总不能让村民活活渴死吧？村长啊，先回去，这事儿我跟家里人商量商量。行，我刚才挨家挨户走了一圈，家家户户的水缸都快见底了，等喝光最后一滴水，你就等着门槛被踏破吧。我回去了。咱家的水也来之不易，凭啥分给他们呀？谁要是敢来抢水，我一拳就把他打出去。行了，这给你们能耐的。这事儿啊，你们说的不算，得甜甜点头同意才行。闺女啊，你有啥想法呀？李甜甜听到老爹问他，便笑眯眯道：爹爹，咱们村里的那口井用了多少年啦？哎呦，这个可有年头了。从我爹那辈开始啊，不，应该是从我爷爷那辈开始就打了这口井了。这些年呢，断断续续干了好几次了，但老天爷照顾我们，每次水井干枯时啊，就下大暴雨，几天的功夫，那口井又有水了。如今老天爷专门跟老百姓作对，一晃3年不下雨了，这回那口井估计是彻底干死了。别说那丧气话，井干了对咱家有啥好处？爹，依我看，倒不如再打一口井出来。爹爹看，村里的那口井本身就位于高处，每年到了旱季很容易枯掉。
我倒是觉得在村西头挖一口井正好，那里地势低，挖不了多深就能出水。真能挖出水来吗？爹，大哥，二哥，我保证能挖出水来，相信我。吃完饭，李万全便颠颠地来到张村长家，还没走进屋去，就听到一阵吵闹声传了出来。逃荒？哎呦，逃什么荒啊！咱村子又不是没有水，这往哪儿逃啊？井里都是大稀泥了，哪儿来的水呀？是呀，我家水缸眼看就要见底儿了，估计今晚都没水做饭了。张村长，你说咋办吧？我能咋办？我家水缸还没水呢，一晃3天都没洗脸泡脚了，我找谁说理去？哎呀，实在不行就去县衙找冯县令吧，让他给大伙想想办法。人1、2天不吃饭倒没啥，可一旦断了水，就得活活渴死呀。李万全听到这里，心里感慨万千，看来是他太狭隘了。村民们即便渴到这个份上，也没说去他家打桶水喝。看来大伙是不想麻烦他们家呢。想到这里，快步走了进去。哎呀，大宝爹来了，快坐啊！那个，我来说个事儿啊，咱村子里的那口井啊，这些年总是半死不活的，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再挖一口井出来，你们觉得咋样啊？大宝爹，咱们杏花村是啥情况你还不了解吗？就算挖个几10丈深，也不可能出水啊。孙瘸子也道：对呗，前段时间我跟知了爹鬼迷心窍，一心想挖金子，可结果呢，那地下的土就跟掺了炉灰似的，一丁点水仙都没见到。我闺女说能挖出来。啊！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是一愣。啊，我就说嘛，咱这地底下肯定有水，一跳下去就能冒出一个泉眼出来。嘿嘿嘿。张村长也是老脸发红。那个，既然甜甜说能挖出水来，这事儿一准是真的。大伙儿合计合计，每家每户出个人，跟我到村口去挖井。他怎么忘了杏花村还有一个福娃娃呢？他既然能让村民们种出庄稼，就不能让他们渴死。沈大歪冷哼一声：张村长，我这旧伤还没好呢，干不了活，你找别人挖井吧。你去不了，你就让你家一蛋顶替你去。我家一蛋今年才15岁，哪能干那么重的活啊？不去不去。老子15岁那会儿都成亲娶媳妇儿了，你家一蛋有胳膊有腿的，凭啥不干活？村长，李万全瞥了沈大歪一眼。不如这样，咱们把参与挖井的人名都记下来，等挖出水后啊，没参与挖井的一口水也不给他们喝，咋样？春燕娘呀，我看你平时骂街挺有力气的，咋这突然挖井就往后烧了呢？我没烧，我家春燕这不是刚刚小产，这干不了体力活。哎呀，我又上了岁数了，这连桶水都拎不动，更别说是抡镐头挖井了。那行，既然干不了活，那你们娘俩也别喝水了，回去吧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她也是个女的，你凭啥不让她干活啊？嘿，春燕娘，我发现你是条疯狗吧？逮谁咬谁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没干活了？金寡妇可不是好惹的，当即回怼：哼，到处你也不嫌磕碜，我呸，恶心玩意儿。哼，我年轻有资本跑骚，你想跑啊还跑不动呢。人老珠黄，长得跟癞蛤蟆似的，男人看你一眼3天都吃不下饭。嘿，你高宝莲被怼得面红耳赤。你什么你啊？你以为你家春燕是啥好玩意儿啊？
还好意思教训我呢，脸真大。这个狐狸精，前几日村子里闹瘟灾，就该把他给问死。事情一拍即合后，挖井的事情就定下来了。大伙儿各自回家，要么把小子带上，要么拎着镐头或铁锹，纷纷到村西头集合。张村长把人名都记录下来，现场监督，看看有没有人偷懒。李甜甜则是坐上马车，跟着老娘和大侄子、二侄子去县城了。大宝和二宝要留在家里挖井。大宝爹，还是你最仗义了。这口井就算挖出水来啊，你们家也不喝一口，居然还带着2个儿子来挖井，佩服，真佩服啊！高有田大声夸赞道。李万全叼着烟袋锅，村子里如果没有水，你那豆腐和酱油啥的也做不出来。打一口井啊，也能方便大家伙，不是？有道理。往后你来我家买豆腐，我给你便宜点。你把豆腐做好吃点比啥都强。现在你家卖的豆腐一点豆腐味儿都没有，也不知道你往里面掺啥了，不好吃。我啥也没掺呐，纯黄豆做出来的。不信你问我儿子。我爹为了节省成本，啥东西都往里面放，做出来的豆腐肯定不好吃啊。还有那酱油还没酿好呢，我爹就拿出来卖，心老黑了。你想跑啊，还跑不动呢。人老珠黄，长得跟癞蛤蟆似的，男人看你一眼3天都吃不下饭。你高宝莲被对得面红耳赤。你什么你啊？你以为你家春燕是啥好玩意儿啊？还好意思教训我呢，脸真大。这个狐狸精，前几日村子里闹瘟灾，就该把他给问死。事情一拍即合后，挖井的事情就定下来了。大伙儿各自回家，要么把小子带上，要么拎着镐头或铁锹，纷纷到村西头集合。张村长把人名都记录下来，现场监督，看看有没有人偷懒。李甜甜则是坐上马车，跟着老娘和大侄子、二侄子去县城了。大宝和二宝要留在家里挖井。大宝爹，还是你最仗义了。这口井就算挖出水来啊，你们家也不喝一口，居然还带着2个儿子来挖井，佩服，真佩服啊！咋样？我看行，就这么办。沈大歪无语。哎，这老李头子多损呐！行，我报名就是了。那你呢？那我也报名。村长。金寡妇站在门口，嬉皮笑脸。我们家没有男人，我是女婿，就不用挖井了吧？你长得好看呀。金寡妇没皮没脸惯了，也不在意。村长，我呀别的本事没有，你要不在意，今晚呐你就别让我挖井了。这小浪蹄子到处跑骚，没羞没臊的玩意儿，少跟我扯犊子。你如果挖不了井，端茶送水啥的总能干吧？这个我行啊。哎，村长，我家也没有男人呐。哟，田宝宝也来了，你也想读书吗？院长伯伯，我还太小了，不能念书。郑院长笑着点头。3岁多是小了点儿，我们书院蒙学班的学生最小年纪也要5、6岁才行啊。娘，既然5、6岁就可以读蒙学，那3侄子的年龄也够了。李小岭今年8岁，也该到上学的年龄了。经闺女一提醒，刘淑贤才想起来。是呀，郑院长，8岁的娃娃，你们书院要不要呀？啊，当然要的。那束修跟其他孩子一样。刘淑贤闻言垂下眸子，如果送3个孙子都来念书，又是一笔巨大的开销。李甜甜看出老娘的想法，便笑眯眯地安慰她：娘，您不用担心束修钱，只管让侄子们念书好了。
刘淑贤应了一声，又帮2个孙子办了入学手续，这才领着闺女走出书院。李一和跟李二和要住在书院，暂时不回村子了。闺女儿，吃糖葫芦不？娘，牙疼，不想吃。那娘领你去买衣裳吧。给闺女花钱，她从来都不心疼。娘亲，我柜子里的衣裳都快装不下了，您等我长长身体再买吧。那娘带你去吃荞面饸了。娘，我不饿。那娘去给你买点心。娘儿俩在街上转悠片刻，最后溜溜达达来到王家木匠铺前。此时李八宝正指挥小工们往马车上搬家具。娘妹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送一和二和来读书，顺便领你妹妹出来溜达溜达。哟，妹妹吃点心呢，好吃不？娘给买的，八哥哥也吃。八哥忙着搬家具呢，妹妹留着自己吃啊。娘，我先去忙了。好，快去吧。哎呀，这小姑娘长得真讨喜呀，她是你孙女吗？她是我闺女儿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能生啊。没事儿，我闺女是家里唯一的女娃，除了她之外，我还有8个儿子。八个儿子？外加3个孙子。你们家咋这么多小子啊？和尚庙吗？李甜甜眨巴着大眼睛，看了眼邱夫人手中的兰花。夫人，这花快要涝死了，不能再浇水了。我知道呀。唉，这君子兰3天2头就黄叶子，换了土也不行。我婆婆平日里最喜欢这种花了，可一盆都养不活，愁死我了。邱员外见媳妇儿跟人唠嗑，夫人说的对，我们家就不适合养东西，养傻死就跟遭了瘟似的。老爷，邱夫人瞪了男人一眼，不要胡说。嘿，小姑娘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婆婆平时最爱点罗香了，那味道特别刺鼻，很难闻的。夫人，慎言呀，我娘点罗香不也是为了驱蚊虫吗？你快拉倒吧，既然能驱赶蚊虫，为啥我被叮得满身是包啊？邱员外一脸无奈，这媳妇儿真是一点面子也不给他留。夫人，您如果想把花养好，就不能点罗香了。而且我可以送你一瓶药水，掺在水里面，保证兰花4季盛开，比以前好上100倍。奶团子笑着道：真的？这小姑娘一看就是个有福气的。可惜她家里只有1个小子，天天就知道淘气。那夫人收好。李甜甜拿出1个小瓷瓶递给邱夫人，每天滴1滴就好，不要用多。这是营养液跟灵泉水的混合体，君子兰一旦吸收到了营养，肯定会疯狂开花的。这我怎么敢收啊？多少钱？夫人，这是我送给您的，不要钱。夫人，孩子太小了，塞这么多钱哪能行啊？你快拿回去吧。行了，我知道你稀罕这个小姑娘，明天正好是少阳的生辰宴，倒不如直接请这位小姑娘来家里热闹热闹吧，咋样？对呀，我咋把这事给忘了？小姑娘，你想去我们家做客吗？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哟。娘亲，我能去吗？闺女儿，你想不想去呀？想去。好，那就去。刘淑贤点点头，不管到啥时候，他也不想违背闺女的意愿。大嫂，要不你也来吧？我就不去了，到时候我让甜甜她6嫂陪着她去。
冯春云毕竟是县令家的姑娘，见过世面，不怯场，让她领着闺女去邱员外家做客，刘淑贤也稍稍放心了。好，那咱们一言为定。邱夫人笑弯了眼睛，还不知道你叫啥呢？夫人，我叫李甜甜。甜甜呀，这名字真好听。夫人，家具都装好了，您还有啥吩咐？小李木匠，你妹妹真可爱。不止可爱，还很有福气呢。送走邱员外两口子，刘淑贤登上马车。八宝，回村不？不了，铺子里还有挺多活没忙完呢。再说了，王掌柜也不给我假。你爹和村里人正在挖井呢，也不知道挖多深了。闺女儿，咱回村吧。杏花村。老婆子，你真让闺女去那个邱员外家参加生辰宴呐？对呗，咋的啦？娘，我穿着显老不？冯春云笑着问，明天她要领着小姑子去邱员外家做客，穿着方面不能太寒酸。不显老，正合适。春云啊，明天到了邱员外家，你可一定要看好甜甜，别让她乱跑，别让她啥东西都吃，更不能让她跟陌生人离开。爹，您放心吧，明天我娘许是也去呢。你娘也去？是啊，我家跟邱员外是故交了，邱少爷过生日，我娘肯定会到场的。哦，李万全连连点头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县令夫人对她闺女极其喜爱，有她在，李万全也放心了。次日清晨，大宝爹，我家断水了，早上饭都没做，等会儿我让高粱去你家打2桶水哈。我家也没水了，大宝爹，在井挖好之前，我能不能……行，去吧，别哄抢哈，一个一个来。哎呦，真是良善之家呀！以后咱们得给大宝爹立个庙啊！哎呀，给我立庙干啥呀？你们要谢呀，也得谢我闺女，要不是她有福气咱们都得喝西北风去。对，等挖出水来，收完这茬庄稼，大伙儿就凑点钱，在村口给福娃娃修庙，天天给他上香。那倒不用，你们平时对我闺女好点就行。回去也告诉你们家孩子谁若是敢欺负我家闺女，老子扒了他的皮。你呀，就爱担心那些没用的。你知道我家知了管你闺女叫啥吗？叫啥呀？小老大。你闺女在咱们村子里可是孩子王，谁敢欺负她呀？真的？那可不。像沈大外和程员外家的孩子都没资格跟甜甜玩，他们如果敢使坏，我家知了第一个不干。李万全心里有底了，看来他闺女在村子里还是很有人气的嘛。卓宅，放干辣椒了吗？小主子，该放的都放了，您就放心吃吧。卓萧然怕他做出来的味道没有老李家的好吃，便频频过来监督。记得放一点白糖，可以提鲜。哎呦，小主子还会炖鱼呢。片刻后，袁静拿着一封书信匆匆走了进来。小主子，宫里来信了。前段时间奶团子抗击瘟疫，帮10里8乡的村民看病，卓萧然便替他邀了一功，等待数日，总算是有结果了。信中写道：李家小女天资聪慧，医术超群，救百姓于水火之中，功不可没，朕深表欣慰。特封李甜甜为清水县县主，数日内赐封牌匾会送到杏花村，望李家小女再接再厉，多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。卓萧然看完书信，微微弯起唇角。
父皇总算是做了一件对事。小主子，看得出来，皇上是真的喜欢田宝宝呢。那县主可不是一般人能封上的。据说京城很多的名门贵女为了当上县主，天天进宫给皇后娘娘献殷勤。可即便这样，他们也没资格册封。真没想到，田宝宝乃是农家女娃出身，尚且只有3岁多就当上县主了。此事一经传出，都够老李家吹上一辈子的了。那些名门贵女如何能比得上甜甜？卓萧然放下书信，拧紧眉头。一个个养尊处优，不谙世事，惯出了一身公主病。他们为朝廷为百姓做过什么贡献？居然还敢跟奶团子比，真是笑死个人了。行了行了，你去把甜甜叫过来。卓萧然吩咐道，他已经能想到大伯大娘知道这个消息后的震惊表情了。小主子，甜甜今早出门了，不在家。卓萧然挑了挑眉，他干嘛去了？好像去县城的邱员外家参加什么生辰宴了。还真是爱凑热闹。对了，小主子，这里还有一封信。读。朕自打吃了甜甜种出的花生，食欲大开，每日做梦都在嚼花生米，望五儿再多忌讳一些，不准少于10斤。五儿若是不听，便是抗命，是抗旨。卓萧然无语，这是什么爹呀？想花生想疯了吧？上次明明刚给他寄过去5斤，这么快就吃没了？估计是吧。皇上和皇后娘娘平时最爱吃小零嘴了，御膳房做出来的点心他们都吃腻了，偶尔换一下口味，他们肯定喜欢呀。哼，说得轻快，我每次吃花生还得偷偷去菜园子里自己挖，凭什么一次给他们寄10斤啊？袁金一脸无奈，心里说道：小主子，您真编了呀，居然去菜园子偷花生吃，这有伤风化呀。与此同时，邱府门外，冯春云牵着李甜甜的手。你们2个站住！请柬呢？冯春云微微一愣。请柬？李甜甜也正了正神，心想可能是昨天邱夫人忘记把请柬给她了。这位小哥，你是邱府新来的吧？你不认识我吗？他以前经常跟着娘亲来邱府闲坐，已经是这里的常客了。小厮上下扫了他一眼，态度极其蛮横。你谁呀你？没有请柬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进去，赶紧走赶紧走。你干什么？是邱夫人邀请我们来参加生辰宴的，不信你把夫人和员外叫出来问问不就知道了。嘿，不走是吧？看我不得！住手！娘，夫人。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来参加生辰宴的县令夫人孙氏。天宝宝，有没有想我呀？想啦。真乖。那过几天再去家里住几日，好不好？李甜甜笑眯眯道：得爹娘同意了才能去住。行，那我可得和你爹娘好好说说。孩子都这么大了，哪能圈在家里不撒手呢？娘，他不让我进去。冯春云指了指小厮，为何不放他们进去？没有请柬，谁都不能进去。即便是我都不行吗？对，不行。你可知我是谁？你爱谁谁，跟老子有啥关系啊？没想到现在的看门狗都这么敬业了。哼！孙氏冷笑一声，小厮听后龇牙瞪眼。你骂谁是看门狗呢？信不信我削你？好啊，你打一下试试。李甜甜见事情不妙，便拽了拽孙氏。夫人，别跟他较
上嘴，犯不上。一看这小厮就是脑子缺根弦的，不懂人情世故，跟这种人对上，最好别激怒他，会吃大亏。赶紧滚远点，不然我可放狗咬人了。甜甜呀，我可等你半天了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啥好消息呀？昨天你不是送我一瓶药水吗？回来后我就兑上水用来浇花了，你猜怎么着？邱夫人笑容满面，一夜之间我家的花全开了。哎呀，呵呵，你瞧。她随手指了一盆玫瑰，红艳香蕊，但凡是打骨朵的都开花了，漂亮吧？你才知道天天有福气啊！我们家那旱死的李子树，天天只需浇一盆水，第2天就结果子了，厉害吧？甜甜，咱们去那边的凉亭坐一会儿吧，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少阳。好。一行人步入凉亭之中，片刻后，一名7、8岁的小男孩跑了过来。嘿嘿，娘，这便是甜甜吗？邱少阳一脸兴奋地看着奶团子，眼里闪烁着光，真可爱呀！难怪娘亲昨晚回来夸了一宿。甜甜比你小，叫妹妹。嘿嘿嘿，哦，妹妹好。少阳哥哥好，你长得真好看。此话一出，邱少阳只感觉心都融化了，如沐春风，眼睛乐成一条缝。瞧瞧，我说啥来着？人家甜甜呢，就是会说话。甜宝宝，你今晚就别走了，在府上住下吧。姐姐，冯春梅心里极度的发狂，阴阳怪气道：姐，你咋那么爱多管闲事呢？这李甜甜明显就是想要留宿，你替她做啥决定啊？春梅，咋跟你姐姐说话呢？这本来就是嘛，想留就留下呗，假惺惺的，真招人膈应。好嘛，你又开始了是吧？春梅，你再胡言乱语，我现在就送你回家。行行行，我不说就是了嘛。李甜甜，要不要跟我去那边玩啊？我刚才看见了几只蝴蝶，可漂亮了。冯二小姐，你这脸上写着一个大大的坏字，我怎敢去跟你玩？他倒要看看这冯春梅想耍什么花招。好啊，一起去抓蝴蝶。走啊！冯春梅一脸不耐烦，少阳，你去照顾点妹妹。万一磕着碰着，她怎么跟人家爹娘交代？冯春梅把奶团子拽到假山后面，眯了眯眸子。哼，李甜甜，你就是个讨厌鬼，我只要看你一眼，我就觉得恶心。是吗？春梅姐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今年都15岁了吧？15岁怎么啦？15岁的少女，马上快及笄了，却说出5岁小孩子的话，你幼不幼稚啊？你说谁幼稚啊？得，我没闲工夫跟你吵嘴。说吧，把我拽过来，想耍什么花招？哎，李甜甜，你喜欢花吗？我去给你摘一朵怎么样？哼，李甜甜，你把邱夫人的花给糟蹋了，她一定会生气吧？啊？哼，好嘛，原来是想让她背黑锅呀，这手段的确幼稚。不过嘛，她可没那么好欺负。我现在就去告诉邱夫人，看她怎么收拾你。哼！邱少阳躲在月亮门后面，目睹了一切。真没想到，他居然是这种人，连一个3岁小孩子不如。不行，我要去告诉爹爹。邱少阳也在正堂内见到了爹爹，把事情一五一十的都说了出来。少阳，你可不能说谎，说谎可不是好孩子。爹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见儿子不像是在撒谎，邱员外才点点头。行，你去玩吧，爹心里有数。爹，甜甜妹妹是个很乖巧的孩子，你不许给她使脸色看。
哼，你这个兔崽子，都敢命令起老子来了！出去，出去！与此同时，后花园内，孙氏跟邱夫人闲聊了一阵，见3个孩子迟迟没有回来，便有些着急。这孩子去哪儿玩了？春云啊，你过去瞧瞧，照看好甜甜。这小丫头可是老李家的宝贝疙瘩，别说磕着碰着了，就是打个喷嚏，李家老2口都得急冒烟喽。知道了，娘。冯春云应了一声，正要走出凉亭，就见冯春梅急匆匆地跑了过来。不好了，你们快去看看吧！冯春梅边跑边喊，脑门上挂满了汗珠子。这个李甜甜，表面上看着乖乖巧巧的，没想到心眼那么坏呢。孙氏一脸懵，闺女搁这瞎叭叭啥呢？说谁坏也不能说甜甜坏呀。那孩子善良的很。春梅，你过来。甜甜呢？你把她领哪儿去了？少阳也是，让她去照看妹妹，自己却跑没影儿了。娘，邱夫人，你们快去瞅瞅吧，李甜甜把夫人种的茉莉花全部都给毁了，一朵都没剩，她也太阴损了。什么？邱夫人听了，俏脸微沉。甜甜把我的茉莉花给毁了？是啊，夫人，刚才有一只蜜蜂飞过来，不小心蛰了她一下，李甜甜就把怒气都撒在花田上了。我知道夫人喜欢养花，可是横把竖挡的都没有拦住她。李甜甜拿着铁锹就跟疯了一样，3下2下的就把花田给铲平了。春梅，甜甜向来不干这种缺德事，就算被蜜蜂蛰了，她也不会拿花田撒气的。凭她对妹妹的了解，这件事倒像是春梅干的，反过来再嫁祸栽赃给甜甜。她们姊妹2个从小长到大，因为一些小矛盾，冯春云都不知道被妹妹冤枉过多少次了。这种小手段，她一眼就能看透。姐，你这才嫁过去几天呢，就开始向着老李家说话了？你可别忘了，是娘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活大的。你别岔开话题，你肚子里有几条蛔虫，我比谁都清楚。娘，我可以保证，甜甜不可能糟蹋夫人的花田。冯春梅气得五雷轰顶，真想冲过去掐死这个败家姐姐。邱夫人脸色很难看。不过是一片花田而已，糟蹋也就糟蹋了。唉，夫人。一旁的使唤婆子叹口气，那片茉莉花可是您千辛万苦才栽培出来的，如今刚开了花就被人霍光了，实在很可惜呀。不然能怎么办？邱夫人瞪了婆子一眼，起身走出凉亭，去那边看看。二位夫人来啦。甜甜，没事吧？孙氏赶忙上前，她也是服了这冯二小姐。人家甜甜明明不想再提这件事，她可倒好，还没完没了了。春梅，还不嫌丢人呢？春梅，今天这种场合不许你胡闹，快点坐下吃饭。我不要。邱老爷，我要告李甜甜糟蹋夫人的花田。这府内上下谁不知道夫人最喜欢种花了？李甜甜就见不得别人好，把夫人种的茉莉花碾得粉碎粉碎的，我拦都拦不住。哎，这位小娃娃是谁家的孩子呀？我咋之前从来没见过呢？看她的穿着和打扮，应该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吧？李甜甜，你不是厉害吗？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就在客人们议论不休，纷纷指责奶团子时，冯二小姐说谎，甜甜妹妹根本没祸害我娘的花田。少阳啊，你为啥这么说呀？爹娘，诸位叔叔伯伯夫人们，冯二小姐嫉妒甜甜受人宠爱，于是就把她领到后花园，亲自毁掉了我娘的茉莉花田，并嫁祸栽赃给甜甜妹妹。这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，绝无半句谎言。传言县令家的2位千金都是知书达理，
贤良淑德之辈，尤其是二小姐，琴棋书画、吟诗作对，无所不通。今日这事儿如果是真的，那她不仅给冯县令丢了脸，在众人心目中的形象也大打折扣了。邱少阳，你说谎！我为何要说谎？甜甜没错就是没错，你休想诬赖她。少阳，你也不小了，要对自己说出的话负责。爹，我说的是真的，你咋不信呢？邱少阳急得不行。夫人，冯二小姐这等行为，你怎么说？实在是对不住了，春梅被我和老爷宠坏了，做出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，我替她道个歉。夫人，您不必这样的。他压根儿也没想追究到底，是冯春梅自己非要作死，这就是情商有问题。李甜甜，你装什么好人呢？冯春梅咬牙切齿。你敢做不敢当，看来也没那么高尚嘛。好吧，一定要把事情做绝是吧？祖母，那个冯二小姐冤枉甜甜，你一定要给她做主。婆婆，我没有冤枉李甜甜，是她心理扭曲才……行了行了。邱老夫人摆了摆手，看向冯春梅的眼神充满不耐烦。那片茉莉花田就种在我屋子的门口了，今天发生的事情我都看得一清二楚，你不要再狡辩了。婆婆，您真的看见了？你看看自己的鞋和裙摆。啊！早知这样，他就该擦擦鞋的。哎，不对呀，既然是甜甜毁坏的花田，为何冯二小姐的鞋子那么脏，上面全是泥土？是呀，看来少阳没有说谎，夫人的花田就是冯二小姐摧毁的。娘，明明是李甜甜她……还不快住嘴！等回家，看你爹咋收拾你。丫头，我知道你是乖孩子，这件事婆婆心里有数啊，你别难过。李甜甜听后很是欣慰，这位老夫人还真是通情达理的。她喜欢。娘，这便是我跟您说的甜甜，咱家那花就是她治好的。我知道，一看就是有福气的。丫头，多吃点儿。谢谢婆婆。丫头，你告诉婆婆，那个花儿是怎么治好的？一夜之间就怒放了，可真是怪事。其实就是花朵缺营养了，跟施肥差不多吧。哦，甜甜真厉害，还会自己调配花肥呢。娘，您还不知道吧？甜甜还懂医术呢。哦，真的？邱老夫人颇为诧异，再次打量了奶团子一番。这么小的孩子居然就懂医术了，难道他是神童吗？见自家孙子总是笑眯眯地盯着奶娃娃看，邱老夫人心里暗暗下了决定，她要把甜甜娶回来，做自己的孙媳妇儿。这么有福气的丫头，可不能让别人抢跑喽。想到这里，她对李甜甜愈发热情了。不急不急，现在天长，再坐一会儿啊。邱老夫人舍不得奶团子走，李甜甜当然能看出来老夫人对她的喜爱和热情。娘，房间已经10度出来了，用不用我带甜甜去泡个澡啊？行，这年头水比银子金贵，等甜甜泡完澡，水别倒掉，让咱家少阳也泡一泡
知道了，娘。冯春云见形势不妙，这是要留小姑子在府上过夜的打算啊。老夫人，我们真回去了。临走前家里有交代，让我早点带甜甜回村。您若真喜欢她，改日我们再来看您吧。是啊，婆婆。李甜甜笑眼弯弯，我只要一得空就来帮你养花。好，那我找个伙计送你们回去，总行了吧？二人走后，邱老夫人久坐不语。这小丫头确实很讨喜，跟咱家少阳是绝配呀。娘，您也看出来了。邱夫人一脸兴奋。我昨天看到甜甜第一眼时就喜欢上她了。如果能跟少阳定个娃娃亲，咱家日后肯定……别说日后，就说眼前的。邱老夫人横了儿媳妇一眼。这么招人稀罕的小姑娘，她爹娘肯定也宝贝着呢。要想定娃娃亲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娘，您要是不放心，我明天亲自去老李家一趟，探探风。也好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你多带点礼品啥的。知道了，娘。是夜，老李家，冯春云把今天发生的事情简述了一遍。你那妹妹啊，就是惯坏了。我闺女不管去谁家都是规规矩矩的，咋可能去霍霍人家的花钱呢？爹，娘，往后别再让甜甜去邱员外家了。啊？咋的了？我总觉得邱老夫人不怀好意，似乎是看中甜甜了。咋的？他们欺负甜甜了？反正以后少去就是了。这没头没脑的，我还以为他们欺负我闺女儿了呢。宅，卓萧然站在窗前，垫着脚往老李家那边张望。小主子，你还没睡呢，这里有一封。袁敬统领，老李家是不是又捣鼓什么好吃的了？不等袁敬把话说完，白天的时候，李大宝在邻村买了10只鹧鸪回来，田宝宝便生上炭火烤鹧鸪肉吃呢。鹧鸪肉？那它跟烤鸽子相比，哪个更好吃啊？这个要看个人的口味，属下则是更偏爱鹧鸪肉一些，肉质不柴，鲜美可口，既可以煲汤，还能……行了，别说了。卓萧然甩了甩袖子，快步走出屋子。小主子，您干什么去？这里有封书信。袁敬追了上去。书信等会儿再看。我记得昨天康嬷嬷买了一大块驴肉回来的，放在哪儿了？已经存到菜窖去了。小主子想吃吗？拿出来。我不想吃酱驴肉。那小主子是想吃驴肉蒸饺了？实在不行，奴婢给您做一盘手撕驴肉拌葱丝吧。放点干辣椒，稍稍爆炒一下，可好吃了。袁静，把驴肉拿上，跟我去老李家。用40斤驴肉换1只鹧鸪，小主子，您真会做买卖呀！李家大院，小岭啊，晚上吃多了不容易消食，你把鹧鸪包上，给你十一叔叔送过去。平日里小十一没少往家里送好东西，所以但凡家里做啥好吃的了，刘淑贤也不忘回礼。在村子里住着就是这样，如果你只知道吃别人的，却啥也不回送，下次谁还给你拿东西吃？卓萧然背着手走过来。大伯、大娘，晚上好啊。还好，还剩下1只。小十一来了，我正想让小岭给你送烤鹧鸪呢。大娘，这个驴肉你们留着吃。袁健，还不快把驴肉扛到厨房去。哦，哎呦，小十一啊，
这么大块驴肉，你还是留着自己吃吧，太多了。不多的，大伯家人口多，2顿就吃没了。啥意思？11哥的傲娇病又犯了，打算让我亲自把鹧鸪送到他手上。11哥哥，你嗓子不舒服吗？李甜甜歪着小脑袋问。这东西烤着吃，味道怎么样啊？很好吃，一股胡拔香味。李甜甜回道。那烤之前有没有煨上材料啊？盐酱肯定够。11哥想不想尝尝？说了半天，不就是想让他让一让吗？卓萧然梗着脖子。我还不饿，所以。小11，咋样啊？好不好吃？味道很好，这些都是甜甜烤出来的。是呀，我闺女可能耐了，上次的羊肉串就是她捣鼓出来的，厉害吧？确实有2下子。卓萧然给出中肯的评价，一只烤鹧鸪便满足了他的胃口。吃完后，眼见天色不早了，众人便纷纷回屋眯觉去了。回去的路上，卓萧然问远近：那封书信是从哪里寄来的？属下看了一眼，好像是从北疆寄来的。北疆？卓萧然脚步一顿，心里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。看看。拆开书信，借助圆月的光芒，他上下扫了一眼，不由惊诧。果然是噩耗。小主子，此封书信是刘耀成亲手写的，应该假不了。袁金上前看了一眼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李家上下该是何种的心情？卓萧然长叹一口气，养了那么大的儿子，还没娶妻生子呢，就战死在沙场了。小主子，用不用现在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？不了，明日再说吧。次日清晨，卓萧然哟，小11来了，我们正打算上山去呢，你去不啊？大伯、大娘，有2件事情。哦，啥事儿啊？坐下说。大伯看看吧。这是谁写来的？大宝，你读读看。李家小女抗击瘟疫，驱赶蝗虫，功不可没，朕深表欣慰，特封李甜甜为清水县县主。我妹妹是小县主了。闺女儿，你真给爹娘争气呀，居然被封为县主了。老婆子，这县主是不是很大的官啊？大伯，这县主不是官，是爵位。以后如果甜甜成亲生子，那他的孩子也可以继承这个爵位。李万全听后简直是心潮澎湃，恨不得马上出门去告诉所有村民，他闺女是小县主。小11，这封书信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二嫂，我在宫中认识几个熟人，这封信也是他们捎过来的。不过诸位放心，册封的圣旨数日内便会送到家里来，此事不会有假的。这小11真是能耐得很，居然在宫里还有熟人，那他一定见过皇后娘娘和皇上喽。金麦芽乐得合不拢嘴。我就知道田宝宝啊是个金凤凰，咱们杏花村啊太小了，将来他肯定会飞跑的。你盼着我妹妹飞跑啊？这份殊荣一定是11哥帮他争取来的，一早就觉得这小子的身份不简单，没想到他居然能搞到皇帝的亲笔信。李甜甜一直以为11哥是某个权贵家的私生子呢。甜甜，你高不高兴？还好吧。其实他不咋热衷这些殊荣和爵位，一家人开开心心的生活在一起就好啦。
什么叫还好啊？你知道京城有多少名门贵女为了争夺这份荣誉，几乎是绞尽脑汁挤破脑袋，甚至不惜进宫亲自侍奉我母后。奶团子居然只说了句还好吧。你若是不想当县主，我可以派人转告皇上，让他收回成命。既然信都送来了，那我就勉为其难，接着吧。今天他也傲娇一回，刺激刺激小正太。卓萧然无语，嘿，这小丫头跟谁学了一身傲娇的毛病？这样不好，不好。妹妹，以后村里人见着你，是不是都得跪下磕头啊？我又不是什么大官，给我磕啥头啊？那他们也得恭恭敬敬的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谁都能抱谁都能摸了。还有你们啊，以后见到甜甜都规规矩矩的，别啥话都往出胡说。特别是二宝，你那个口头禅呐，也得改改。张口闭口你奶奶的你姥姥的，咱家可是出了个县主，不许你乱说。李二宝无奈，爹，我这2句口头禅不也是跟您学的吗？大伯大娘，还有一件事。卓萧然缓缓开口，有喜就有悲，纸里包不住火。这件事他早晚都得告诉老李家的。小11啊，有啥事你就快说吧，中午留下吃大蒸饺啊。好，大伯大娘，咱们之前去南守郡的事情，您还记得吧？当然记得了。怎么了？甜甜许是还没有跟您说，我们在南守郡的时候，偶然碰到了刘耀成刘大将军，您的儿子三宝就在他的部下参军。像是听到了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。李甜甜正了正神，见老娘像被点穴了一般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便知道这位刘将军跟老娘肯定有某种关系，不然他一个普通的村妇，别说提到刘将军了，就是把皇帝老儿搬出来，他也不至于惊慌失色。大娘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刚才说的那位将军是姓刘吧？对啊，刘耀成，晋北大将军。哦，我没事。小11，你刚才是想说啥事儿来着？大娘，我们在南守郡遇见刘将军之后，拜托他帮忙打听三宝哥的下落。如今刘将军在北疆写来书信，您先看看吧。大宝，你来念吧。娘，不会有事的。三哥哥之所以不回家，肯定有不得已的苦衷。我军部下轻骑卫李三宝在北疆执行秘密任务时，不幸落入埋伏，尸骨无存。望李家二老节哀。正堂内静得可怕，吊针可闻。良久，李万全才闷闷地吼了一声：不可能，三宝他打小就机灵，还喜欢舞枪弄棒啥的，他怎么会落入埋伏呢？是啊，三弟精明得很，不可能就这么死了。信上不是说尸骨无存吗？他一定是逃出去了，其他人找不到他的尸体，才说三弟战死了。李甜甜也觉得不可能，一般参军战死的士兵，军中都会负责把尸体送回故乡，交给家属掩埋。如今三哥哥仍未露面，只靠一封书信就说他死翘翘了，这很难让人信服。小11，你再托人帮忙打听一下，我家三宝不可能死啊。大伯您放心，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帮您打听的。爹娘家人们，我保证三哥哥平安无恙，过不了多久他就回来了。他虽然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，但直觉方面一向很准。真的？爹，妹妹都说没事儿了，您就别担心了。闺女儿，
娘从来没求过你什么，这一次，你能不能保佑你三哥平安归来呀？娘，我说了，三哥哥他没事儿，是真没事儿。好，好。等三宝回来，他就把儿子拴在身边，哪儿都不让他去了。这整天提心吊胆的。闺女儿，就你们两个上山，娘不放心呀。眼看闺女要带小岭上山抓鹧鸪，刘淑贤一脸担忧。实在不行，让你大哥陪你一起去。娘，大哥和二哥忙着挖井呢，我跟三侄子不会走丢的，很快就回来了。你小姑姑才3岁多，还得上山给你抓鹧鸪，真是一点事都不懂。大娘，要不让我带着甜甜上山吧？有袁静和康婆婆在，肯定能照顾好甜甜和小岭。那你们不许走远，午饭前必须回来。好，知道了，大娘。一行人边走边聊，很快便进了树林子。跟往常一样，马岭山一带旱得要命，几乎是寸草不生，偶尔能看见几片灌木丛，上面的叶子也都枯死了。山上这么荒凉，咱们去哪儿抓鹧鸪呀？我听说那东西喜欢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栖息，这干巴巴的黄土山连只苍蝇都没有，更别说鹧鸪了。你能少说2句吗？卓萧然皱了皱眉，如果没有鹧鸪，甜甜也不会亲自上山来了。恰在这时，前方的灌木丛中忽然传来一阵响动。田宝宝福气旺，没准儿真把鹧鸪招来了呢。康婆婆，这山里本来就有鹧鸪和野鸡，不是我招来的。是。康嬷嬷眼里满是宠溺。不是田宝宝招来的，是鹧鸪啊，从别地儿自己飞来的。三侄子，走，咱们过去瞅瞅。嚯，这么老多呀！奇怪，他们咋不怕人呢？估计是吓傻了吧？能不吓傻吗？人家在空间里待着好好的，突然就被提溜出来了。袁静，你去找块布，把这些鹧鸪都蒙住，别让他们跑了。11哥，咱们不用这么费力呀。鹧鸪们在山上觅不到食物，就会跟咱们回家的。直接就跟回村子？是啊，不信你看。溜溜达达的往山下走，鹧鸪们像被催眠了似的，都依次排好队，跟在奶团子身后，咯咯咯的下山去了。真好，甜甜有这等福气，以后不管到哪儿都吃香。卓萧然嗯了一声，其实他已经习惯奶团子往外拿杂七杂八的东西了。从前他以为李甜甜是小妖怪转世，但深入了解后，这个小妖怪不祸害人，还专门干好事，便也慢慢接受了他。老李家，嚯，抓了这么多，这回咱家鸡架可热闹了。哎，爹娘，咱家晚饭吃啥呀？要不就炖几只鹧鸪吃吧。吃什么吃？饿死鬼托生啊！你妹妹说了，这东西是用来下蛋抱崽的，等数量多了，随便你怎么吃。嘿嘿，我不吃，看看就行。李甜甜吃过饭，骑着小白来到村西头转悠一圈。哟，甜宝宝来了，婶子这里有榛子，过来吃啊。谢谢秀英婶子。呵呵，谢啥呀？你只要保佑大伙儿能把水挖出来就行，到时候婶子天天给你炒榛子吃，好不好？这么深啦，看来今天就能出水了。甜宝宝，你确定今天能出水吗？人家甜宝宝都说能出水了，你们还磨叨啥？不相信是咋的？是真的，今天
便就能挖出水来，但不能直接喝，水太脏了，得沉淀几天才能饮用。太好了！哎呀，水冒水了！哈哈哈，人家田宝宝一句话呀，井里就冒水了，立庙！这会儿说啥呀，都得立庙了。我赞成，今儿早上啊，还跟我媳妇儿说，实在不行就去逃荒吧，没有水喝，这村里的人慢慢就跑没了。记住哈，不准喝，这水里全是细菌，喝了会拉肚子的。你们可以暂时去我家打水，等井水沉淀干净了，就可以打上来啦。田宝宝，啥叫细菌呀？有多细？卓宅，卓萧然自打从山上回来，就感觉头晕脑胀的。起先他以为自己劳累过度，或者染了热伤风，便躺在炕上睡了一觉。哎呀，小主子，您这是长水痘了！站住，不许去找甜甜。小主子，您都这样了，不治病哪能行啊？甜甜家里有各种白药片，吃上就好了。我说了不准去找他，你去县城给我请一个郎中过来，速度要快。这又是何苦呢？人家田宝宝只需要用一粒白药片就能看好小主子的病，可他偏偏不用。谁料袁静走后不久，李甜甜哒哒哒的上门了。汤婆婆，我来找十一哥吃饭，家里做了酱驴肉，还炒了花生米呀。我家小主子身体不太舒服，晚饭就不吃了。甜甜，请回吧。不吃了。李甜甜眨了眨眼，朝屋内瞟了一眼，拔高音调：油炸花生米哦，手撕驴肉哦，还有是一个最爱吃的姜丝肉哦。康婆婆，你让他走，我现在没有心情吃饭。十一哥这是怎么了？突然变得娇羞起来，不想见人啦？康婆婆，十一哥是不是病啦？李甜甜歪着小脑袋问。小主子交代了，不能让甜甜看到她长水痘的样子，这是命令。甜宝宝，你快回去吧，我家小主子许是今天上山累着了，明个儿就好了。康嬷嬷笑了笑，李甜甜哦了一声，总感觉事情不太对劲。好吧。她假装应声，然后趁着康嬷嬷放松警惕时，连忙转过身，像个小兔子似的迈开小短腿儿就蹦进书房。哎呀，甜宝宝，你不能进去啊！他要看看十一哥在捣什么鬼。李甜甜，谁让你进来的？你快点出去！十一哥，啊，你莫不是长水痘了？这东西很痒的。这臭小子到了这会儿，他居然还硬挺着。我没事，你走吧。十一哥，你就是因为这个才不见我的吗？不是的，我是怕传染给你。这东西确实会传染，但是只要我不跟你接触就没事了。这神大外家真不干人事。你的意思是我脸上的水痘是被他们给传染的？是啊，十一哥，这几日你还是别出门了，就在家慢慢养着吧。那这东西多久能痊愈啊？最快也要10天。那会不会留下印子？痘印吗？放心吧，只要不用手抓挠，不把水痘抠破，是不会留下印痕的。那有没有什么可以在短时间内治好水痘的特效药啊？是一个10天时间已经够快的了，而且你自己也得注意饮食啥的，比如辛辣生冷油炸的东西，但是都别吃，不要扎挠。我是说有没有特效药？这个嘛，
这个药珍贵的很，一个可以抗消炎，一个可以抗过敏，治疗水痘、立竿见影。为了调配出这种药，我可是花了不少心思呢。啊，这一次要多少啊？哎呀，11个居然谈钱，多伤感情啊！一定银元宝。够了吧？